这个世界有钱人能买到最强的职业，武徒、士兵、刽子手，而穷人只能买到最弱的职业，酒鬼、乞讨者、侍女。男主就是其中的穷人，妹妹为了给他凑到最便宜的转职材料，在富二代家里打工，经常受到骚扰，却忍着不辞职。而大哥患上了肾衰竭，还在努力工作，2个月内凑不齐手术费就会死掉。鬼星上，男主看着手表自语，都说使用转职材料后，只要在鬼星上存活5分钟，就能自动完成转职，但那是正常情况。现在他们遇到了人脸兽，怕是1分钟都活不下去。又一个探险者被杀，现在只剩男主一人了。可前世悬崖后有怪物，他已无路可逃。很快人面兽就找到了他的位置，举起手中长矛就要结果他。男主咬牙，难道我倾家荡产来到鬼星，就是来等死的吗？哥哥和妹妹还在等着我回去，可我现在不但没有完成转职，还浪费了全家人的积蓄。这时人脸怪已经丢出了手中的武器，不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为了家人赌一把，去赌那唯一活下去的机会。他冲向了山崖，忽然感觉到身后有东西飞来，他一个侧身躲开了致命攻击，但人也从山崖上掉了下去。就在他和怪物四目相对时，由于您的行为与赌徒十分契合，恭喜您触发1%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，限您成功完成转职，祝贺您成为光荣的隐藏职业赌徒。山崖底部，男主缓缓睁开眼，什么情况？我没死，之前受的伤也全好了。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蓝光，随后一个女人从光幕中走出。英明及时转职成功，刷新了基础属性，相当于满血复活了。男主惊讶，你是与鬼星一同存在的智脑。随后智脑向男主介绍起了他的职业天赋，加倍，您得到的系统奖励或惩罚都会触发双倍效果，并有1%几率触发超级加倍效果。超级加倍触发时，奖惩将翻至10倍。因为您获得加倍天赋时触发了加倍天赋，因此您的职业天赋也翻倍成了2个。您获得的第2个天赋是超级暴击，您的暴击伤害修改为200倍，初始暴击率设定为0.1%。再看男主的属性面板，一般人转职后总属性都在20点左右，而他的属性却高达36点，这是因为奖励的属性点也翻倍了。想到这里，男主兴奋了起来。正常人升1级加10点属性，而他翻倍加20，不就相当于他升1级等于别人的2级？还有超级暴击的天赋，只要他把暴击率加上去，那触发暴击的伤害岂不是很恐怖？男主握紧双拳，太好了，这样我就能很快为大哥赚到医药费了。这时一个窗口弹出，系统要求他7日内抵达圣药城完成新手任务。转职成功只是第一步，要成为真正的转职者就必须完成新手任务，而转职者的出现还要从鬼星的降临开始说起。一颗比地球大10000倍的星球忽然降临，人类没有发生变异，但动植物却受到了影响，亦变成了名为兽神的可怕怪物。他们肆意破坏屠杀人类，而人类的热武器却奈何不了他们。绝望之际，人类发现地球上出现了许多神奇的光门，而人类进入其中就会以数据的形态传至那颗比地球大10000倍的鬼星。人们来到鬼星后发现，鬼星似乎是一个超真实的数字世界，在这里人类能转职成各种职业，一旦转职成功就能获得强大的天赋和属性值，甚至在升到一定等级后就能把这股超现实力量带回地球使用。届时人类会变得和兽神一样强大。男主捡起那只怪物掉落的武器，便朝着圣药城的方向出发。他需要谨慎地穿过怪物遍布的密林。忽然前方的丛林传来一声惊叫，男主赶过去，躲在树后观察。只见男人正被几条毒蛇攻击，他一边挥拳一边大叫，而且声音有点熟悉，只是攻击的姿势有点娘。这人正是男主的好基友原著。男主冲出，甩出手中长矛，瞬间杀死一条毒蛇。接着他冲向长矛，打算取回武器，2条蛇却向他咬了过来。原著大喊小心，这些蛇的速度很快。男主一个翻身躲开了2条蛇的攻击，这一幕把原著惊呆了，居然躲开了，看来我2倍的属性比这些1级陆行蛇快多了。那么一阵刀光闪过，2条蛇便被他斩于毛下，而男主也收获了3点经验。突然原著给他来了个猛男拥抱，缓过劲来，男主询问起原著的职业。原著挽起肌肉，我的职业是武徒，武徒是圣药国排名前5的职业，但转职材料也是天价，要5000万。他问柱子，你不会是借高利贷了吧？柱子却说以后再告诉他。随后男主捡起了地上的尸体，在鬼星很多打到的东西都能换钱，男主也是想以此在鬼星赚钱来回馈家人，而收集到的物品会以卡片的形式保存，以方便玩家交易。就在2人准备离开时，草丛忽然迈出一双玉足，动静瞬间把2人吓了一跳。只见丛林里走出了一个女孩，你们好，我叫苏暖暖，我一个人很难通过试炼，请问我能和你们组队吗？在鬼星危险的不只有怪物，还有陌生人。男主自然是拒绝了对方的组队请求，可女孩却靠了过来，表示她的职业是医生，不仅能治疗，碰见毒蛇还能提取毒液涂在武器上增加伤害，只求男主不要丢下她。听后男主也思索了起来，医生这个职业确实没有威胁，而且接下来试炼的路上受伤了也需要治疗。最终他同意了苏暖暖的组队请求。与此同时，地球圣药国江中城18号鬼星传送门基地数据研究中心里，一个男人正看着电脑屏幕中的数据，这个腕表真不错，能精准定位探险
前者在鬼星的位置，还能探测鬼星的各类数据，而且越高级的腕表功能也越丰富。这时，一个穿着制服的教官走了进来。李教授，目前新人状况如何？我妹妹怎么样了？就腕表的定位来看，已有很多新人被淘汰了。你妹妹苏暖暖好像和2个人组队了。苏兰兰大惊失色，她是胆小找人组队了吗？我再三叮嘱过，新人切忌组队，因为新人试炼里人数越多，引来怪物的可能性就越高。3分钟后，苏兰兰和李教授脸上凝重，监测显示苏暖暖身边果然出现了2只人脸兽。苏兰兰心急如焚，1只人脸兽就能屠杀新人，碰上2只，暖暖几乎不可能有生还的机会。鬼星上的死亡虽然只相当于我们游戏里死去的角色，但那种真实到极致的死亡体验，会给人的心灵造成严重的影响，严重的甚至会精神崩溃疯掉。想到这里，苏兰兰就要去出口接妹妹，好第一时间给她做心理辅导。结果刚走就被李教授叫了回来。等等，他们没死，而且那2只人脸兽已经被他们杀掉了。这则消息瞬间震惊了研究室的所有人。回到3分钟前，2只人脸兽发现男主3人后发起了攻击，3人拼命的逃亡，但2人的速度实在太慢了，眼看就要被怪物攻击到。男主一个急停，你们先走，我来挡住他们。柱子泪目的看向男主，男主握紧手中武器低喝，走，我留下就行，不然我们3个人都得死。说完他高高跃起，一矛插进人脸兽的胸口，人脸兽顿时发出惨叫。男主欣喜，刺中了。可下一秒，一只巨手向他拍来，他直接被拍飞撞到石头上。那只人脸兽还有还手之力，男主咳出2口血。不行，人脸兽的生命值似乎很高，我没法一击毙命。而此时人脸兽已经向他扑了过来。可恶，要被杀了吗？我的新手试炼要结束了。苏暖暖捂着嘴请求道：柱子，凯有危险，我们回去救他吧。然而柱子却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。与此同时，地球江中城居民区，柱子的母亲正在招待客人。多亏了您给柱子那些珍贵的转职材料，也不知道您为啥看好我家柱子。您别看他人高马大的，其实胆子小得很啊。他要是在鬼星碰上怪物，肯定连战斗都不敢。黑衣人接过茶水说道：是的，原著母亲，您孩子在面对危险时是比常人恐惧，但我发现这孩子有时尽管在害怕，可只要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，他就绝不会怯战离开。原著狂吼一声，一拳打飞了2只人脸兽。尽管因为害怕而浑身颤抖，但他还是说道：凯，你特么因为我胆小就把我当外人保护了吗？我们是兄弟，兄弟就要一起走。男主不敢自信地看向柱子，要死也一起死。爆发了！柱子终于爆发了潜藏在体内的力量，他一拳将人脸兽打倒在地，虽然伤害低了点，但却有着极强的控制力。这就是武图吗？思考间，男主的身上亮起了治愈光芒，是苏暖暖在给他治疗。你回来做什么？你不是战斗职业，你快走！苏暖暖含着泪吼道：不，我不走。医生遇见伤员，就算再害怕也不能走。当年我的父亲就是在抵御兽潮中，因为失去医疗支援才牺牲的。现在我的队员也需要支援，我怎么能丢下你们逃走？也许是情绪的影响，治愈的效果大大提升，男主的伤竟在一瞬间被治愈了。他露出微笑，好，我明白了，既然你们都这么不怕死，那我们就一起活下去吧。此时柱子还在努力地抵挡人脸兽的攻击，现在的问题是，即便他们3人合力，伤害也不够杀死人脸兽，得想个办法才行。忽然男主想到了什么，他记得苏暖暖说过，他能提取蛇的毒液增加伤害。男主立马将蛇的尸体取出。暖暖，你说你能提取毒液是吧？给你，你能一边提取毒液一边给柱子加血吗？苏暖暖尝试了一下，没想到居然可以，就是有点手忙脚乱。柱子的职业是武图，能作为肉盾抗住人脸兽的攻击，而我在武器上涂抹了毒液，增加攻击力，能更好的输出。再加上苏暖暖这个奶妈，我们已经形成了盾奶输出的完美组合。凭借着这个完美组合，我们应该有一战之力了。想到这里，男主冲了上去，柱子，给我控住1只人脸兽。没问题，看我的！柱子一个上勾拳打中人脸兽的下巴，人脸兽陷入僵直状态。男主跃到人脸兽头顶，一矛刺下。击杀2级人脸兽，目前经验值 5%。 男主露出微笑，柱子张大下巴，暖暖喜极而泣，成功了。此时1只人脸兽已经倒在了地上，团队配合果然有效，就剩1只了。下一刻柱子主动上前吸引怪物，暖暖在后面治疗以及给武器上毒，男主则是找机会发起致命一击。另一边，苏兰兰看着屏幕不敢置信，3个新人杀了2只人脸兽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刘博士分析，确实，腕表数据显示，暖暖目前是没有击杀能力的，他队伍里的武图1级伤害也很弱，这么看，击杀者很可能就是队伍里那个叫江凯的人了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们查不到他的职业，查不到职业，怎么可能？画面转回来，2只人脸兽已经变成卡片被男主收起，而他们3人则是累瘫在了地上，不过表情却是充满了成就感的开心。暖暖兴奋道：现在我们有对抗人脸兽的实力了，应该能稳稳抵达试炼终点了吧？男主却告诉他不急，去圣药城的时间还很充裕。2人疑惑地看向男主，不去圣药城去哪？男主提议道：军方有积分排行榜，只要能进前3就会奖励装备，据说奖励的装备很不错，我们既然有了杀怪的实力，为什么不多杀点怪获取积分，然后把军方的奖励拿下呢？2人瞪大眼睛，看
你真的很缺钱吗？几个小时后，柱子被丢在树林里给陆行蛇打窝。看，你让我一下引那么多蛇，会不会一下就嘎了呀？男主安慰道。柱子大胆点，你可是武徒，特点就是能打能抗，况且还有暖暖随时给你治疗。没事的。话落，3条陆行蛇就飞向了柱子，男主趁机出手击杀，2秒不到，3条陆行蛇就变成了材料和经验。因为鬼星上的规则是只有击杀者才能拿到怪物的经验，所以队伍决定让男主独享经验，优先升级。升级了！江凯杀了满地的陆行蛇后，终于升到了2级，而他也一如既往的触发了加倍效果。获得了双倍的属性，所有的属性加起来更是高达56点。要知道普通人1级的总属性也才10几点，就拿我们的奶妈苏暖暖来说，她1级总属性也才可怜的12点。再拿柱子这个排名前5的职业武徒来说，他1级的总属性也才26点，而男主现在只是2级，后面等级越高，他的属性与其他人的差距会更大。升到2级后，鬼星之脑如约而至，玩家升至2级将获得一个职业技能，但因触发赌徒职业天赋加倍，您将获得2个技能。技能1：鬼手飞牌，投掷物品时附带 20% 穿透效果。投掷卡片类物品时，穿透效果提升 200%， 但精神力消耗提升 100%。技能2：鬼眼专注，可视范围和目光追踪能力提升 50%， 使用时精神力消耗提升 100%。两个都是远程技能，看来赌徒的定位是远程输出啊，他感觉挺适合当老六的。感慨完，男主对着身后2人说道：“哥变强了，哥带你们去刷经验更高的怪，快抱紧哥的大腿。”暖暖已经成为了男主的小迷妹，谢谢，给。柱子一脸鄙夷，靠，又让这小子装起来了。2天后，数据研究所，李教授感慨道：“苏教官，没想到又过了2天，你妹妹还活着。”苏兰兰笑道：“新人组队还能存活，看来那个叫江凯的还是有点实力的。”也就在这时，一个工作人员冲进来紧张道：“负责新手区的同志注意，新手试炼马上有危险了，请立刻警戒起来。”众人闻言一惊，这时一个老头走了出来，他是江城区最高指挥官魏英。魏英说道：“上头检测到有 L 国的偷渡者入侵我华国新手区，并且还是罕见的大规模入侵，大家抓紧做好应对准备。”苏兰兰顿时紧张起来：“魏老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假的老夫就不会来这了。”苏兰兰瞳孔骤缩，偷渡者可是 L 国专门虐杀他国新手，并以此阻碍他国发展的特殊职业。因为鬼星的新手试炼，高玩是不能进去帮新人的，只能靠新人自己通过。但 L 国的专属职业偷渡者不同，他们可以依靠偷渡者的职业特性潜入他国新手区，并且别国都无法反制。偷渡者手段极其残忍，他们专门虐杀他国新人，给予极其恐怖的死亡体验，目的是让被折磨的新人恐惧登陆鬼星，以此大幅遏制他国的新玩家数量。想到这里，苏兰兰的脸色极其难看，她妹妹的承受能力那么差，一旦碰上那帮畜生，不敢想象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次华国的新人中有个开了外挂的变态，被虐杀的是谁还不一定。男主终于遭遇到了乌鸦哥的晚安大小伙袭击，面对最低都是3级以上的偷渡者，仅只有2级的男主和2个1级的队友，他们能在偷渡者的围堵中活下来吗？3分钟前，男主一行人还在林间行走，男主忽然看向一个方向，眼瞳发出绿色的光芒，随后举起手中的铁签，朝着那个方向投掷。队友搞不懂男主在干嘛，只听一声响声过后，男主连忙朝那个方向赶过去。只见5亿公里外，一只野生佩奇被男主的铁签扎死了。探险者江凯击杀2级短刺野猪1只，目前经验值为199%，只差1点就能升到3级。队友震惊，这么远距离也能杀猪，这合理吗？这很合理。男主拔出佩奇身上的铁签，在材料收集的提示窗上点了个是，这才和队友解释道：“我能千里取猪首级，完全是因为我新获得的2个职业技能。我先是开启鬼眼专注，提升自己的可视范围和目光追踪能力，用来锁定野猪的位置，然后再使用鬼手飞牌，投掷物品时附带 20% 的穿透效果，这才能一击精准击杀野猪。收集好野猪掉落的材料后，男主准备带着2个队友去猎杀其他野怪，结果在路过一条河时，河里却发出了奇怪的动静，随后不断有水柱冒额，紧接着一个个人影出现在岸上。男主震惊，这合理吗？这很合理，我们是偷渡者，从河里上来很合理吧？说完，一群人向着男主靠近，不一会就将他们3人给围在了中间。也就在这时，最后一个人从水里出来，男主看去，只见那人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，一看就知道是反派老大。乌鸦确实很能装，也被他装到了。他开口道：“这次上头的任务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虐杀所有龙国的新人玩家。”奶妈听后惊呼：“看，我知道这些人了，他们好像是专门虐杀新人的偷渡者。”2人顿时震惊，什么？此时奶妈已经用手表探测出了一众偷渡者的等级，最低的都是3级以上的，甚至还有一个5级。男主咬牙，人多就算了，还有个5级，这群人还要不要脸？我现在总属性顶多和4级探险者对抗，想要对付5级，除非我能拔腿就跑。柱子、暖暖，你俩一队，我们暂时分头逃跑。说完，柱子和暖暖立马往另一个方向逃去。这时乌鸦哥得意一笑，没想到龙国人这么怂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过去2个人把那个单独逃的杀了，剩下这2个我们慢慢折磨。男主在林间快速奔跑，2个偷渡者紧追在后。这小子跑得还挺快，等我追上去了，非得给他来个晚安大小伙。结果下一刻，男主就消失了。2个偷渡者连忙停下，好，这么完事吧，别让我找到你。大小伙，
结果他刚说完，一根铁签就朝他射了过来。自信哥持刀准备格挡，哈哈，一个新人的攻击，我随随便便就能挡下。死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因为他力齐了？呵，一击就死，这就是偷渡者吗？好像也不是很强嘛。偷渡者慌忙打开腕表查看男主信息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你不是新人吗？我3级总属性才45点，为什么你2级就有60点了？这合理吗？三眉飞毛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挂壁，从不讲理。看来我分个击破的策略还是很有效的。现在我距离3级还差一点经验。根据鬼星规则，我击杀了探险者，秀能。您成功击杀探险者，可拾取被击杀者腕表，并且可在被击杀者尸体消散前，选择是否掠夺被击杀者的经验。目前您击杀2人，每人可掠夺100经验，您掠夺多少，对方就会失去双倍经验。男主兴奋，没想到击杀探险者的经验比野怪多那么多，掠夺他们每人100经验吧。好的，您已获得200经验。恭喜您升至3级，等着吧，乌鸦哥！升级了，升级了！江凯在吸收完2名偷渡者的经验后，终于升到了3级。此时他的总属性已经达到了恐怖的76点，5级的偷渡者总属性估计也才60点左右。现在他终于有了回去救队友的实力。与此同时，柱子和暖暖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暖暖还在拼命的给柱子治疗。围观的偷渡者不但不阻止，还催促他们快点治疗，治疗完好被折磨。暖暖眼含泪水，问柱子：江凯还会回来吗？柱子眼神坚定，会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虽然凯他平时在追女生时老临阵脱逃，但要是碰上朋友或亲人面临危险的时候，无论是多么绝望的情况，他都一定会出现。发怒！江凯射出手中的暗器，正要折磨柱子2人的偷渡者脑袋被刺穿，暖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江凯的暗器。柱子兴奋道：我就知道他会回来的。队友一个个的被击杀，乌鸦哥四处张望，却根本找不到出手的人，他慌了。他怀疑是不是龙国诞生了什么能进新手区的职业，要不然怎么能一击秒杀3级探险者？想到这里，他拔腿就跑。偷渡者靠等级压制，欺负新手还行，但同级对战绝对不是其他职业的对手。可江凯怎么可能放过他？折磨了我的队友，你还想跑？把命给我留下！长矛射出，直接从后背贯穿了乌鸦哥的身体。自此，偷渡者小队团灭。江凯这时也走了出来，暖暖，你们怎么样了？暖暖立马扑向江凯求助道：江凯，你快看看柱子哥吧，他为了保护我，伤得太重了，我已经治不好他了。柱子却看向男主说道：凯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，但这次我可能没法跟你们走下去了。搞笑了，搞笑了！原本以为自己要死的柱子，在发表死亡感言后却没死，而是被江凯拿起一个偷渡者砸在身上。原来江凯特意留了6个偷渡者没杀，给他俩补刀掠夺经验升级，升级了就能满血复活。2人这才反应过来，鬼星上是可以击杀探险者获得经验升级的。江凯笑道：刚才他们折磨你们了是吧？现在你们可以折磨回这帮偷渡者了。2人顿时来了精神，偷渡者被吓得瑟瑟发抖，他感觉这3人比他们还像偷渡者。此时廖国偷渡者部门刚从游戏中退出的人都疯了，死亡的痛苦体验让他们难以承受。廖国的高层也张大了下巴，搞不懂他们的偷渡者为什么会被虐成这样，一度怀疑龙国出现了对抗偷渡者的职业。与此同时，龙国数据研究中心刘博士收到了暖暖腕表传回的数据，姐姐苏兰兰连忙询问情况，指挥官则是淡定的喝茶。他认定了没有新人能从偷渡者手中逃脱，刘博士却给他们爆了个大雷，苏暖暖不但没有死，还升级了。指挥官和苏兰兰震惊，怎么可能？碰上偷渡者不死就算好的了，还升级？难不成偷渡者还帮他们杀怪吗？刘博士否认道：不，暖暖升1级我还勉强相信他是刷怪升的，但数据显示暖暖一下升了2级，这就只有一种可能了，那就是暖暖他们杀了一群偷渡者。水杯掉在地上，军长快出了残影，快给我看看暖暖小队的数据。随着屏幕的显示，暖暖和柱子的资料都显示了出来，唯独江凯的资料一直不明。军长确认后开心道：居然真的都是3级了，如果不是击杀了偷渡者，确实不可能在短时间连升2级。苏兰兰却看出了问题所在，暖暖是非战斗职业，那5图前期伤害也不高，难道偷渡者都是那个江凯打残的？这也太夸张了。直觉告诉军长，肯定就是那个江凯干的，但为什么他的职业等级显示不出来？而刘博士这边也终于找到了原因，江凯使用的腕表是最老款的初代腕表，因为初代腕表的服务器早就停止维护了，已经很难连上网了，所以才很难查到他的信息。什么年代了，居然还有人用这种老古董腕表？军长却觉得很有意思，他郑重吩咐道：去现实给我搜集江凯那小子的全部资料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。秒杀了，秒杀了！江凯竟以4级越阶秒杀了9名5级偷渡者，这就是隐藏职业赌徒的恐怖之处吗？就在刚刚，江凯把偷渡者留给队友补刀后，柱子连升2级到了3级，暖暖也一样升到了3级。柱子获得了新的职业技能旱地践踏，可以击飞附近的敌人。暖暖获得了医者仁心，治疗能力变得更强了。柱子以为江凯还停留在2级，在他面前洋洋得意，男主直接亮出了他4级的属性面板，把柱子惊掉了下巴。暖暖瞬间用崇拜的目光看向江凯，随后询问他接下来该怎么行动。江凯在击杀偷渡者2队的时候，听到偷渡者1队也在附近，所以他决定带着2人去猎杀偷渡者1队。2
两人被江凯的这个决定吓到。与此同时，偷渡者一队这边在听说了二队被团灭后，纷纷嘲笑二队就是垃圾，居然被新手团灭了。唯有队长表情严肃，觉得这件事绝不是空穴来风，提醒队员小心提防。不久后，男主一行人已经来到了偷渡者一队附近，柱子紧张无比。凯，你确定我们能打得过9个5级偷渡者吗？暖暖也萌生了退意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江凯却露出了兴奋的表情，别怕，以我现在的属性，就算杀不了他们，保护你们离开也是没问题的。况且我不杀他们，他们也会对我们龙国的其他新人出手，所以与其被动防御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话落，江凯已经冲了出去。偷渡者队长一惊，有人！男主此时向他们冲了过来。偷渡者在用腕表探测到男主只有4级后，得意一笑，一个4级，竟敢向我们9个5级冲来。队长听了江凯的等级后，也放松了警惕，真是不知死活的新人。小的们，给我生擒他，让他知道4级和5级的差距有多大。是。一群5级偷渡者冲向了男主，男主掉头就跑。他有一个完美的作战计划，但没想到这群偷渡者这么聪明，还知道保持队形。如果偷渡者队形拖得太长，就没办法实行计划，所以他一个急刹停下，选择了备用方案，体内能量汇聚。他反过来冲向了偷渡者。偷渡者惊疑，这小子怎么往回跑啊？不过分秒，江凯便和第一个偷渡者相遇，偷渡者一刀划出，江凯肩膀瞬间被划出一道血口。然而他并没有停下，还在继续往前跑。迎面而来的偷渡者都懵了，搞不懂男主在干嘛，但并不妨碍他们截杀男主。下一刻，江凯一个后空翻躲开第一个人的攻击，再一个翻身避开后2个人，所有动作一气呵成，时间仅仅只过了1秒。越过3人后，径直向偷渡者的队长冲来。队长瞳孔放大，这小子才4级，是怎么躲过所有5级的攻击的？这时一名偷渡者看着腕表说道：“队长，不对劲，我一直在用高级腕表探测他，虽然总属性还没出来，但我查到了他的敏捷，似乎是在30点左右。”队长震惊了，什么30点敏捷？你没看错吧？我5级敏捷20点都不到，你跟我说他4级就有30点。队长意识到了不妙，腕表很难出错，若那小子真有这么高的敏捷，那他就是假装被我们追到。队长立马大吼：“不好，我们中计了，快撤！”队员四处张望，却没发现危险藏在哪里。江凯在人群中得意一笑，呵，一帮二傻子，终于发现了吗？但你们已经被我骗在了一团。话音刚落，天空出现一道人影，你们想跑，已经晚了。旱地践踏，柱子砸向地面，偷渡者全部被击飞到空中。江凯拿出野猪身上的铁矛，柱子干得漂亮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了。江凯穿过所有偷渡者，手中铁矛射出，一击秒杀了所有偷渡者。这就是赌徒职业翻倍天赋的恐怖之处，属性碾压。柱子再次惊呆了，卧槽，9个5级一下全灭了。凯，你是变态吗？探险者江凯击杀5名偷渡者，一共掠夺2000经验，在新手区经验达到封顶，升至新手区最高等级5级。江凯也没想到，刚升4级不久，现在又升到了5级，这些偷渡者妥妥的是在送经验了，这可比打怪快多了。随后江凯看向激动的2人，我留下了4个残血偷渡者，你俩把他们给补了吧。之前为了提升战力，都是我先刷怪获得经验升级，现在我已经满级了，接下来就由我带着你们刷怪升级吧。2人闻言瞬间干劲十足，这是一只爱扒女孩衣服的胖鼠，凡是被他袭击过的女孩，没有一个衣服是完好的。3分钟前，男主一行人正往新手试炼终点前进，就在他们快接近终点时，发生了意外。前方忽然传来怪物吼声，他们跑过去一看，2头人脸兽的尸体躺倒在他们面前。人脸兽的实力不弱，能杀死他们的只会是更恐怖的存在。江凯早已开启了鬼眼专注，他在靠近时通过鬼眼专注看到有一团金光袭击了这2只人脸兽。柱子和暖暖还在震惊眼前的这一幕，那团金光却从后背袭向了他。金色光芒最先袭击的是暖暖，然后是柱子，最后才是江凯。柱子大吼一声，那东西会咬人，小心！然而那团金光却停在了男主面前，2人呆住。此时江凯手中正抓着一只胖乎乎的东西，那是一只金色仓鼠。江凯看着手中的仓鼠说道：“小胖鼠，你速度太慢了。”胖鼠瞬间生气，吱滋滋，混蛋，你骂谁又慢又胖呢？被你抓住，不过是本大爷的失误。刚说完，男主就放开了他。胖鼠先是一愣，然后暴怒，敢小瞧本鼠，我要你好看！他化作闪电球再次冲向男主，结果下一秒他又被抓住了，但男主又放开了他。就这样反复多次，每次江凯都能抓住胖鼠，这得益于男主的高敏捷属性和天赋技能鬼眼专注。最终胖鼠臣服了。柱子看见这一幕，人都傻了，这就收服了。暖暖则是被胖鼠可爱的模样给吸引住了，好想带回家养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带着披风的男人缓缓走向这次新手试炼的终点，巨门打开一道缝，新人接引官从里面走出。恭喜你，正式成为鬼星的一位探险者，但很可惜，在你之前已经有人拿下了第一。黑衣人却拍开了接引官的手，长官，我虽然不是第一个到这里的，但你凭什么认为我不是第一？随即他亮出了这次试炼击杀的怪物。接引官震惊了，一个新人居然击杀了这么多怪物。男人摘下兜帽，露出一头黄毛，他狂傲地说道：“我可是皇家2少爷，未来玄武工会的高层，拿下第一不是轻轻松松。”接引官都被吓到了，居然是坐拥玄武工会的皇家。玄武工会可是圣耀10大工会之一。接引官立马换了副脸色，恭喜你，从积分来看，你不仅是这次试炼的第一，甚至还能排进整个圣耀的前10名。皇家2少大笑起来，好，今天我黄伟就把话放这了，
拿下试炼第一不过是我作为新人的第一步，接下来只要给我些时间，整个鬼星都必将是独属于我黄伟的时代。就在黄伟狂傲无比的吹牛时，比他更强的男主正在接近试炼终点，但男主却发现的不对劲，周围一只怪物也没有，过于安静了。暖暖还在盯着胖鼠母爱泛滥，忽然一声狼嚎吓到了众人，随后一双狼爪出现，江凯瞳孔骤缩，他们被一群无影狼盯上了，其中还有一头无影狼王，乃是这新手区的 BOSS。三人被迫靠在了一起，面对狼群的包围，唯有杀出一条血路。江凯率先突围，柱子紧跟而上，他一跃跳到空中，落地后一个旱地践踏，将狼群震开。暖暖则是萃取毒素，给江凯的武器上毒。江凯开启鬼眼专注，射出手中带毒的长矛。他是新手区的 BOSS 暗影狼王，他是野区爱睡觉的萌宠小胖鼠。狼王因为防御太高，玩家怎么也破不了防，却因吵醒了小胖鼠而被咬破了防。更悲催的是男主的攻击触发了200倍的暴击效果，直接把他秒了。就在刚刚，江凯三人被一群暗影狼包围，危机下他们只好拼死一搏。柱子使出旱地践踏打乱狼群阵型，暖暖提取毒素给江凯的武器上毒。江凯开启鬼眼专注，使用鬼手飞牌投掷出上了毒的武器，长矛直接飞向无影狼王，结果却被狼王的皮毛弹开了。三人不可置信，居然连防御都破不了。狼王没受到伤害，却感到了侮辱，大吼一声，狼群顿时朝他们扑去。暖暖被狼群的爪子划伤，柱子顶着狼嘴不被咬。江凯敏捷高，躲掉了所有攻击，但他帽子里的胖鼠却被颠醒。被吵醒的胖鼠既懵逼又生气，直到他发现了罪魁祸首。有起床气的胖鼠瞬间暴怒，他化身金色闪电冲了出去，大口一张，直接咬中了狼王。江凯顿时震惊了，胖鼠居然把狼王咬破防了。江凯抓住机会，射出手中的暗器，暗器朝着狼王的伤口飞去，精准命中。狼王惨叫一声，江凯乘胜追击，再次拿出3枚暗器，暗器再次命中狼王的伤口。但这还没完，江凯走了狗屎运，竟触发了 0.1% 的200倍暴击效果，狼王被秒了。叮，恭喜探险者江凯击败新手区 BOSS 无影狼王。柱子人傻了，什么？你一击秒杀了 BOSS？ 暖暖也被江凯的主角光芒刺得睁不开眼，杀了那么多怪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触发暴击效果，概率是真的低，不过伤害也是真的高。狼王被杀，剩下的无影狼立马就怂了。下一秒，狼群四处逃散，江凯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，没了狼王的指挥，这群狼不过是待宰的羔羊。柱子暖暖我们上，柱子开启五图无脑模式，见狼挥拳就打。奶妈暖暖也爆发小宇宙，给队友不断叠 buff。三人在狼群中一通乱杀，片刻后，地上躺满了无影狼的尸体。收拾完战利品，他们就能去新手试炼终点了。几个小时后，江凯三人抵达了繁华的圣药城。这时胖鼠突然从江凯帽子跳下，跑了出去。江凯也没在意，他本来就不打算强留胖鼠，以后有缘的话还会再见的。随后他们抵达了新手接待大厅，他们向接引官询问了排名情况。这时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没想到给我家打工的贱人也来参加试炼了，不如我来给你看排名吧。江凯眼神凌厉，黄伟这家伙居然也在这，他妹妹为了攒钱给他来鬼星，就是在黄伟家打的工。黄伟不仅经常骚扰他妹妹，还经常拿他哥生病的事情羞辱他。黄伟这时已经亮出了排行榜，看吧，老子可是第一，我猜你们也是，不过是倒数的，哈哈哈。周围不怀好意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。柱子想要上前教训他们，却被江凯拦下了。江凯看着众人说道：“不好意思各位，我在此宣布，你们都是垃圾，所有人的排名都要重排，因为前3要被我们包了。”全场静默了2秒半，随后纷纷哄堂大笑起来。排行榜你家开的吗？说包前3就包前3，哈哈，你们要是能包前3，我倒立拉屎。江凯却露出了笑容。柱子暖暖，我们不装了，摊牌吧，我的腕表已经饥渴难耐了。随着腕表亮起，三人猎杀的怪物如高楼般叠起，这一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。黄伟更是在看到某一张卡片后瞳孔骤缩，这不是新手区的 BOSS 无影狼王吗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开什么玩笑，你们几个废物怎么可能击杀到了无影狼王？是不是真的？你们重新看一下排行榜不就知道了。黄伟打开排行榜一看，前3名赫然变成了江凯三人。现实里他被富二代欺负的抬不起头，所以他在游戏中杀了对方。就在刚刚，江凯三人成功登顶了积分榜前3名，随后更是丢出 L 国偷渡者的腕表，询问官方是否能兑换积分。然而富二代黄伟却第一个跳出来质疑，新人怎么可能击杀5级的偷渡者？骗人也要找个好点的理由吧。随后他询问众人，你们有遇到偷渡者吗？众人纷纷回应没有遇到。得到响应，黄伟立马向官方请求取消男主3人的成绩。接引官正犹豫着要不要处理这件事，一行人却走了出来。偷渡者的确出现过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大家，上头刚发来通知让我嘉奖江凯3人，所以他们说的是真的，连江中城副手都来了，那足以说明这件事的真实性。卢俊直接来到江凯面前，为了奖励你们解决了偷渡者的危机，军部决定破格提升你们的奖励，原第2、第3名的装备奖励由 B 级改成了 A 级，而第1名的奖励直接从 A 级提高到了 S 级。鬼星的装备按品质排序， F 级最低， S 级最高，一般 C 级和 B 级装备就已经很不错了，而更稀有的 A 级和 S 级则是每个探险者梦寐以求的装备。在场众人听后纷纷不淡定了，开局就有一件 S 级装备，羡慕死人了。
其中最为激动的就是黄伟，他觉得很不公平，凭什么江凯那样的下等人可以比得过他？不是说有钱人能买到最好的职业，而穷人只能买到最差的职业吗？江凯眼神冷冽，你说话注意点。黄伟闻言反而更嚣张了，说江凯大哥就是个病狗，小妹就是个女仆，一家都是低等贱民。说着他持刀冲向了男主，你不知道吧？我经常调戏你妹妹，要是哪天我不爽，我就把她上了，哈哈。江凯此时阴沉的可怕，下一刻他消失了。众人骇然，江凯居然敢对黄伟出手。黄伟可是来自坐拥10大公会之一的黄家呀，他不怕被黄家报复吗？黄伟捂着伤口咬牙切齿，你敢对我出手？你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什么吗？回应他的是江凯更可怕的眼神，家人是我的逆鳞，触之即死。在黄伟惊恐的眼神中，江凯朝他走了过去。黄伟惊恐的抬手想让他等一下，江凯却直接刺了下去。探险者江凯成功击杀1级探险者王伟，可掠夺6点经验，是否选择掠夺？江凯眼神平静，呵，才6点经验，大家族也挺穷的嘛。众人都惊了，他竟敢杀了黄家少爷，在鬼星他怕是混不下去了。卢俊却露出了微笑，不错，这小子虽然有点鲁莽，但不失血性。他主动站出来说道，各位，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是王伟动手挑事在先，江凯是自卫反击，这事就这样吧。随后3人被他带到了一座凉亭，桌子上摆着3个盒子，这是你们3人的奖励，你们打开看看吧。暖暖打开箱子，获得了一块生命玉石，这是奶妈初期梦寐以求的装备，体质和精神各加15点，并且对治疗和制药有着不错的加成效果。柱子则是获得了一套黑岩犀皮甲，防御和力量各加16点，还能降低16%的伤害，是攻守兼备的优秀装备。最后只剩江凯了。当箱子打开后，他瞳孔放大，因为箱子里一共放着9把武器，并且这套武器还是未鉴定的。卢俊拿出一张鉴定卡说道，品质好的武器一般都需要鉴定卡鉴定，我这正好有一张。使用鉴定卡后，这套 S 级武器的属性终于显现。武器名称9节追命 S 级武器，提升9点力量，9点穿透，9点敏捷。特殊效果，每使用1把追命，暴击率和暴击伤害将提升10%，最高提升90%。触发暴击效果后，所有追命的加成效果将被重置。卢俊看到武器属性后并不满意，新人攻击力低，就算暴击了伤害也不高，这 S 级似乎还不如 A 级呢。柱子闻言连忙询问，能不能帮忙换一件？卢俊回复很麻烦，但可以帮忙试试。江凯却在这时说道，不用换了，我就用这个，有了它，我将无敌。游戏里他是人人敬畏的高手，现实中却被富人欺负的抬不起头。由于他在游戏里杀了富家公子，富二代的哥哥便要在现实里杀了他。就在刚刚，男主获得 S 级装备9节追命后，便兴高采烈地往家里赶。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，现在他已经成为了鬼星的一名探险者，以后就不用再住在贫民区了。哥哥的身体也能治好，妹妹也不用去打工被骚扰了，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然而就在他打开房门，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哥和妹妹时，映入他眼帘的却是一个陌生男人。此时屋内已经有几个男人在等他，坐在中间的男人开口道，等了半天，终于有人回来了，听说你小子今天在新手试炼里很威风啊。江凯认出了眼前的男人，你是黄伟的哥哥黄达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刚说完他就被人推进了屋里，房门关上，江凯直接被摁在了地上。黄达拿着棍子走过来道，江凯，你知不知道我弟在鬼星上被你杀了后，现在已经送去做心理治疗了。你要知道，只有我黄家欺负人，从来还没人能欺负到我们黄家头上，所以你让黄伟1个月上不了线，我就让你一辈子上不了线。说完，黄达一棍敲向江凯的脑袋。就在江凯以为自己要殒命时，门被人踹飞，连带着黄达几人也撞翻在地。黄达怒道，什么人竟敢坏我黄家的事？门口走进2位身穿军装的人。江凯，我早就提醒过你了，回家注意点，你怎么就没当回事呢？身后的苏兰兰拿出一张公文道，都别动，军方办事。黄达顿时被吓住了。江中城军区最高指挥官魏婴，他怎么会在这？魏婴冷哼一声，我是为了江凯而来，你们今天惹了不该惹的人。黄达冷汗直流，怎么可能？这小子什么时候有这种背景了？江凯起身后，眼神凌厉地看了眼黄达。不久后，黄达便被押上了警车。3人站在走廊上看着这一幕。江凯先是感谢了他们的帮助，随后询问他们的来意。魏婴开门见山说，江凯新手试炼的优异表现吸引到了军方，柱子和暖暖已经收到了军方的邀请。魏婴吐了口烟，你是新职业吧？江凯瞳孔骤缩，赌徒职业可是他现在最大的秘密。苏兰兰接过话继续说道，江凯，你知道一个新的职业出现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出现了一个新职业。闭嘴！意味着人类战力可能会变得更强。目前鬼星探险者的职业有很多，每个探险者每升20级都会面临一次转职，其中每次转职，探险者的属性和技能都会发生变化，有些会变得更强，有些则会变得更弱。目前很多职业转职到后期就基本没用了，所以军方为了找出更强的战力，也一直在挖掘新的职业。而你拥有的，目前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新职业。所以，江凯，你愿意以新职业的身份加入军方吗？
江凯没有回答，于是苏兰兰抛出了好处，只要你答应加入军方，军方不但会保护你的家人，甚至连你哥的医药费都会全部承担。江凯还是沉默没有答应，魏婴见状只好先离开，让他好好考虑一下。然而就在他们刚走下楼梯时，江凯开口了，抱歉，我拒绝加入军方。魏婴和苏兰兰都震惊了，为什么？江凯坦然，我知道加入军方是好事，但那是对于已经确定了未来发展会很强的职业，比如柱子的武徒和暖暖的医生，但我不一样，我是新职业。记得当年酒鬼作为新职业出现时，也受到了军方的高度重视，当时军方大力援助酒鬼，酒鬼一时如日中天，但后面军方发现酒鬼发展下去作用不大时，便被无情抛弃了。再看看现在的酒鬼，已经被比作和乞丐无疑了。这次是我兴奋过了头，疏于防范，没想到皇家会不顾形象的动手，我们会尽快搬离皇家掌控的区域，很感谢你们的出手相助，但我们兄妹三人相依为命10几年了，我们还是更习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而不是完全寄托于他人的保护。苏兰兰却劝道，可当前人类处于末世，你的新职业没准能为全人类带来巨大的改变，目前人类需要你，你怎么能有这么狭义的想法？江凯不置可否，抱歉，我没那么伟大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是家人陪我一起度过，我只想在确定的方向，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。来了，江凯拒绝加入军方的请求后，魏婴不但没有生气，还十分理解江凯10几年人生养成的习惯，不是1、2天就能改变的。但魏婴却提醒江凯，他哥的并不能再拖了，而且在这个世界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。于是魏婴跟江凯打了个赌，在接下来的1个月，军方依旧会保护江凯的家人，只要江凯能在1个月内赚到哥哥的手术费，那就证明了江凯有保护家人的实力。魏婴便同意他拒绝加入军方，反之，如果赚不到，江凯就必须加入军方，而他哥的手术费也将由军方承担。江凯沉默片刻，展颜一笑，行，我答应了。由于和军方打了赌，他必须要尽快赶回鬼星赚钱，于是匆匆留了张纸条就离开了。江凯一边往鬼星的传送门走，一边思考，他一定要把家人安置到更安全的地方才行，所以他这次去鬼星必须要赚到足够多的钱。鬼星圣药城，江凯终于换上了一套新皮肤，整个人也帅气了不少。他第一步打算先加入一个工会，因为鬼星上的怪物普遍都比探险者强，新人很难一个人击杀怪物，所以加入工会是最稳妥的方式。男主推开服务厅的大门，你好，我要加入工会。不好意思，您是江凯吧？您加入不了工会。男主懵逼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您得罪皇家，已经被封杀了，所以您以后只能一个人单挑鬼星了。圣药城传送点，江凯扶着脑袋头疼，没想到得罪了一个皇家，就没有其他工会敢收他了。这时身后一个人突然说道，这位客人，我看您似乎挺烦恼，是为了去哪儿发愁吗？男主转头便看到了一位紫发的萌妹子，我的职业是算命先生，可以为你算出这次最佳的去处，一次只要100鬼星币哦。男主转头就走，抱歉，我不迷信。妹子连忙说道，客人可以砍价的，您别走啊，80怎样？30也行，或者我免费帮您算一卦，就当开业大酬宾了。男主立马跑了回来，好呀，我最相信星座什么的了。蓝妹子无语，什么人啊？一说免费跑得比狗还快，算了，就当是熟练技能吧。随着八卦盘转动，女孩念出咒语，她对男主说道，客人，我算出您现在处于危机之中，若不想被危机缠上，建议您去国王谷。女孩只是拿出一个八卦盘，便帮客人算出了最佳的去处，国王谷。男主思索，他确实是处于被皇家盯上的危机中。首先，灰烬平原都是1到10级的怪，是新手练级的首选地，皇家大概率会派人在那里杀他。而太平山道都是15级以上的探险者去的，他去的话就是找死。而国王谷是10级以上的区域，以他的实力勉强能应付，皇家大概率也不会在那里设伏。男主拳掌相碰，行，皇家既然希望我单挑鬼星，那我就单挑给他们看。随即他对算命女孩挥手道别，女孩也本能的挥了挥手，然后反应过来，等等，他怎么一个人去国王谷了？我靠，我说的是组团去啊，国王谷是什么地方？他一个新人去不是纯送死吗？女孩吓得连忙收拾东西跑路，祈祷男主回来别找他麻烦。国王谷内，男主小心翼翼地往前探索，突然他听到了怪物的吼声，原来是一只黑猩猩正和一支探险者小队战斗，但小队似乎有点不敌，因为这只怪物是11级的巨力黑猿，还好探险者小队有团队配合，弓箭手和法师远程攻击，坦克在前吸引怪物，近战剑客在旁突袭，男主躲在树后观察。国王谷的怪物看起来很强，他在想自己遇到了能不能打得过。正想着，身后突然吹来一阵腥风，男主回头一看，就看到几只大猩猩正眼发红光的看着他，吓得男主立马后撤。随后腕表探测出了他们的等级，第一只12级，第二只13级，等级居然一只比一只高，最大的那只更是达到了14级。探险者小队这边已经合力击杀了那只黑猿，就在他们沾沾自喜的时候，一声爆响，小队成员转头看去，就看见3只巨力猿正追着一个男人跑。小队成员惊呼，我去，一个人和3只巨猿战斗，而且每只等级都比我们这只高。女队员问道，我们要不要帮忙？队长骂道，蠢货，那人肯定是逞能一次吸引到了3只，现在他一只也干不掉，我们去了也是必死。别看了，
赶紧逃啊！完了完了，江凯要被大猩猩吃掉了！就在刚刚，江凯在树后当老六时，被3只黑猩猩盯上，他疯狂逃亡。附近的一支小队发现后，队长竟让队友不要帮忙。但随着一声爆响后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男主击杀了一只12级的黑猩猩。原来江凯拿出了他的 S 级武器9节追命，在他打出第5把的时候，触发了超级暴击效果，直接把黑猩猩秒了。而一旁的小队众人则被惊呆了，特别是队长，他们4个10级拼了命，才堪堪杀了一只11级的黑猩猩，而男主一人就秒掉了一只12级的，剩下2只黑猩猩还在追男主。男主拿出一枚9节追命，朝着另一只黑猩猩射去，飞刀命中。男主也没想到运气那么好，一发就暴击了。击杀13级巨力黑猿，小队众人再次被震惊。现在只剩最后一只黑猿，男主一边跑一边找机会。队长张大下巴，这是14级的黑猿，他不信男主还能秒杀。下一秒，男主回头，一手拿出剩下的3枚9节追命，另一只手又拿出数枚钢针，为的是尽可能的提高暴击率。这么热血的剧情有把你们看兴奋吗？再告诉你们一个能省钱的消息，更兴奋一下，马上就到暑期了，夏日出游物理防晒必须做到位。去哪个平台更便宜？想买的靠谱又省钱，还得上实惠 PP 替你找全网真底价。像蕉下骆驼帕森的防晒装备都能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，平台还送你专属补贴，比店铺底价到手还再便宜100多。收录店铺经平台定期严格质检筛选，像标识安心购的还能提供假一赔3和7天无理由服务，真正做到让你省心又省钱。冲就完了，评论区新人还送福利，随后一并射出。黑猿怒吼而来，但下一刻暴击触发，江凯欣喜，哈哈，我赌赢了，击杀14级巨力黑猿。此时惊呆4人组已经被惊得头皮发麻，男主并未理会他们，而是取回自己的武器，收起3只黑猿的尸体，随后扬长而去。队长这才反应过来，哎呀，大神走了！碰到这种大神一定要攀关系啊！队员鄙视队长，不是你不让帮忙的吗？与此同时，灰烬平原，一个女孩正被人掐着脖子，掐她的是个5人小队，每人等级都达到了20，这是皇家派来追杀男主的猎鹰小队。听说你最后见过那个江凯，赶紧告诉我他在哪？女孩被掐得喘不过气来，你们找他做什么？猎鹰小队队员笑道，这不是人尽皆知吗？江凯惹了我们皇家，我们是皇家派来报仇的。女孩听后说道，他去了国王谷，你们可以去那里找他。男人一把将女孩丢在地上，你要敢骗我们，回来你就死定了。女孩坐在地上，低着头没回话，直到猎鹰小队离开，她才阴恻恻地说道，刚才我给你们算了一卦，你们这次去找江凯的结果大概率是死。1天后，男主杀了16只巨力黑猿，终于升到了6级。他看着手中的黑猿尸体卡片，想到一只黑猿尸体能卖不少钱，虽然刷起来辛苦，但只要继续下去，哥哥的医药费就有着落了。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，喂，那边那个小子，想加入我们一起狩猎吗？我们这里有3队人马在组团狩猎精英巨力黑猿，打赢了有精英宝箱分，你要加入吗？男主提出疑问，我没有队伍，就1个人。领头的笑道，没事，我们正好缺1个人手。随后一行人就来到了一个山谷，而山谷下面全是15级的精英巨力黑猿。接着领头人露出了他的獠牙，他让男主1个人引开1只黑猿，剩下3只他们解决后再一起分宝箱。男主思索，精英宝箱里有许多好东西，他是必须要拿的，而这群人既然想拿他当炮灰，那他自然也可以利用这群人。于是男主便答应了他们的条件。随后所有人都冲下了山崖，男主按要求引走1只黑猿，剩下3只留给他们对付。他一路狂奔，黑猿在后面穷追不舍。见时机差不多，男主一个急停，回身射出8枚9节追命，全部飞刀都命中黑猿，超级暴击触发，15级的黑猿就这么被他杀了。男主露出微笑，现在可以去拿宝箱了。此时山谷内3支小队还在和黑猿混战，他趁机溜进山洞，进来一看，果然有一个宝箱。男主上去就要取下宝箱，结果一滴液体落在了他身上，此时他的头顶竟还藏着1只巨力黑猿。男主一个后退躲开了攻击，当看到黑猿的等级后，他瞳孔骤缩，居然是1只20级的黑猿，而且这只黑猿还知道堵住出口。男主只好先发制人，射出3枚飞刀，结果飞刀全被弹开了。系统提示黑猿防御过高，男主的攻击无法破防。他意识到这是和狼王一样的怪物，必须要突破防御才能造成伤害。在男主思考时，黑猿已经冲了过来，他一拳打中男主。男主嵌在石壁上，不停的咳血，属性差距实在太大了，一击就差点要了他的命。黑猿一把将男主抓起，拿到眼前，嘴角流出感动的泪水。男主此时已经睁不开眼，他感觉好困好困，随后意识就陷入了黑暗。忽然一道声音响起，醒醒，喂，醒醒！那是他哥在抱着他奔跑，他哥一边跑一边大喊让他别睡过去。他哥说一定会把他救出去的。那是发生在10年前的兽神战场，但此刻哥哥不在他的身边，谁又能救得了他？下一秒，黑猿把他丢进了嘴里，这是一件平平无奇的手套，却让不是法师的男主成为了活法神。这副手套戴上后能给武器附着火焰，但伤害只有可怜的10点。然而再加上男主的爆伤天赋后，他竟变成了一件恐怖的杀器，因为火焰会持续燃烧，每一次都有几率触发暴击，而一旦暴击就会触发男主200倍的爆伤。最恐怖的是火焰还能蔓延，只要攻击一次就能造成群伤，让原本不是法师职业的男主直接化身成为了法神。而今天竟有5名20级的探险者仗着等级高想欺负只有10级的男主。男主问道，你们是皇家派来的？小子知道怕了吧？
谁让你当初敢得罪皇家？说完，他们就冲了上来。男主躲过一刀，手中拿出3枚飞刀，朝着对方射去。结果对面3人都躲开了，但火焰还是沾到了他们身上。他们嘲笑，这点火焰伤害是来搞笑的吗？男主也笑了，是啊，我的火焰伤害只有一点点。男主刚说完，队长的身上就跳出了一个2000的伤害。下一刻，队长身上爆起了一团烈火，他的队友震惊地看着这一幕，直至他被活活烧死。也就在这时，其他队友身上也冒出了一团大火。下一刻，他们也被点燃了，火里不断的传出他们的惨叫，直到系统提示响起，探险者江凯团灭猎鹰小队，可掠夺队伍经验。围观的群众顿时疯了，什么鬼？他一个人就团灭了猎鹰小队，这可是20级的顶配精英队伍啊！男主走到猎鹰小队跟前，看着被烧焦的尸体说道：“开始掠夺经验。”一旁机智的人已经在用腕表探查男主的信息，结果只能查到等级，查不到属性。此时江凯掠夺经验后，从10级升到了12级。对于别人看不到他属性这件事，他也很好奇，于是他唤出智脑询问。智脑告诉他，因为他赌徒的加倍天赋增加了太多额外属性，导致和同级别的人属性差距太大，造成了外人的腕表无法评估的情况。得知情况，男主也觉得挺好，免得被别人眼红盯上。不久后，男主来到鬼星圣药城的物品交易处，小姐姐正在睡觉，直到男主显示出他要卖的物品，小姐姐才从眼神迷茫转到眼神震惊。最终经过计算，男主的东西一共卖了18万鬼星币，1鬼星币等于10圣药币，换算下来就相当于他现在有了180万。这样哥哥的医药费总算是够了，而他和魏婴的赌约也算完成了。就在他准备回家时，一个女孩叫住了他，原来是那位帮他算过命的小姐姐。她想请男主看在上次帮忙的份上，答应他一个请求。男主让他先说说看。小姐姐紧张地说道：“就是我，胡言，想加入你的队伍。”男主听后转身就走。胡言张大下巴，这么现实的吗？随后眼神落寞，果然不会有人愿意和算命职业组队的，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登陆鬼星了吧。于是他问男主，你要不要装备？我把我的装备都送给你吧。男主疑惑地转身，你不想在鬼星赚钱了吗？胡言无奈说，他也想赚钱，但没队伍会要一个算命职业。当初官方判定风水师是强力职业时，他趁着官方扶持升到20级，转职成了算命先生。后来官方发现算命先生毫无战力后，便放弃了他们，而风水师因为太弱，没人愿意组队带他们，导致等级一直上不去，所以平时没人带队打怪，也只能在鬼星上混日子。要是回地球了，就算是干苦力，也起码不会坐吃山空。男主听后劝道，那很辛苦的，我哥身体就是这样熬垮的，你一个女孩子更扛不住。胡言却露出了苦笑，扛不住又如何？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呢，家里就我一个顶梁柱，我扛不住也得扛。此刻男主从胡言的身上看到了他哥的身影，当初他哥也想在鬼星发展，但在收养了他和妹妹后，怕没人照顾，就放弃了来鬼星的机会，直到哥哥为了他们熬垮了身体。看着这个和他哥哥一样的女孩，江凯改变了主意，他说道，下次吧。女孩疑惑，什么下次？男主回答，我叫江凯，下次上线，我要是还能找到你，我们就组队。女孩眼睛瞪大，心跳加速，她不敢自信地问道，真的吗？男主挥了挥手，真的，要是骗你，我这辈子都赚不到钱。女孩喜极而泣，你这么抠的人敢说出这样的话，那就一定是真的。下一步他直接带球撞人，谢谢你，大好人。他是堂堂的军区总指挥，竟和一位刚满18岁的少年打赌，赌注是少年能不能学会铁山靠，如果不能，少年就必须加入军方。指挥官之所以这么极力的拉拢少年，竟是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，少年未来会成为强者，强到整个国家都需要少年的帮助。而少年也不出所料，以差点被黑子吃掉为代价，在鬼星学会了铁山靠。就在他兴高采烈的和家人庆祝时，他接到了指挥官魏婴的电话，魏婴让他过来一趟。他想不明白赌约已经完成，魏婴还叫他过去干嘛？不久后，江凯来到约定地点，而魏婴已经在这边等了他许久。就在他要打招呼时，突然整个地面都震动了起来，随后一头巨大的怪物冲出，他身后还追着几个人。江凯惊呼，这是超凡者在和兽神战斗。在鬼星上，每20级为一个分水岭，而只有超过80级的人才能把鬼星上的力量带回地球。这些人被统称为超凡者，而这也是人类唯一能与兽神抗衡的方式。说话间，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，3位超凡高高跃起。江凯兴奋道，击杀了，好强！但魏婴的话却让江凯陷入了沉默。强吗？这只是一只普通的兽神而已，但为了解决这家伙，我们已经牺牲了2名超凡。江凯，如今人类的形势并不妙，你别在安全区住久了就忘了居安思危。这次赌注是你赢了，我会遵守约定，不强求你加入军方。皇家那边我也给了警告，让他们别动你。江凯不明白，他都不加入军方了，魏婴为何还要这样帮他？魏婴却笑道，很奇怪吧，我为什么这么关照你？因为我这个人相信直觉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未来能成为强者，或许能强到整个国家都需要你的帮助。但我知道在这末世，你只想保护你的家人，毕竟加入军方就要上战场，而战场也确实是危险的。但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，去和那帮怪物战斗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也会死在战场，但作为一个军人，能为国为民而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江凯，我不会干涉你的选择，但若是未来圣药陷入危难之中，我只希望你能在有余力的情况下为圣药而战。几天后，江凯再度回归了鬼星。魏婴说的话还印在江凯的脑海里，我真的能强到守护一个国家吗？
算了，那是以后的事情。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提升实力。他查了下准备要去猎杀的怪物，幽灵女妖，精英级怪物，特性是伤害极高，能秒杀探险者，攻击带有破胆效果，并拥有幽灵体质。破胆女妖的尖啸能使10米内的探险者无法移动，产生强烈恐惧，而幽灵体质只有来自10米范围内的攻击才能对女妖造成伤害，也就是说，要攻击女妖就会被破胆效果攻击。随后他转身，打算去找上次说要一起组队的胡言。不久后，他在上次分开的地方看见一个女孩正举着牌子在路中间睡着了。江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胡言，你不会从上次下线就一直在这等我吧？呜，江凯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，我等了你好多天，这几天我还顺便找了个队友，我算出他对我们这次打怪有帮助。江凯笑道，这样啊，他在哪？随后一个胖子走了出来，您好，我叫阮宇，职业是酒鬼。男主听后拔腿就跑，再见。胡言也没想到江凯反应这么大，连忙劝道，凯队等等，你先听我说，你就带上阮宇吧，他吃苦耐劳很听话的，阮宇还会烧火做饭，捏腿捶背，甚至他说只要你愿意带他组队，他一点战利品都不分。江凯听到一点战利品都不分，顿时瞳孔收缩，然后立马回头握住阮宇的手，阮宇同志您好，我是队长江凯，我刚刚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是个人才，今后你就是我队伍里的一员了，今天作为队长，我必须义不容辞的带你们去刷幽灵女妖。小胖子问道，咱们队长一直这么现实的吗？不是，他只是有点抠，为了证明女鬼比人更好看，胖子竟当起了女鬼的舔狗，他将女鬼强行扑倒，还要强吻女鬼。就在他快要亲到时，一声爆炸响起，他的女鬼老婆就这样被消灭了。原来男主今天带着胖子和胡言到幽灵女妖的地界打怪升级，就在他们十分小心的靠近女妖时，却听到了打呼噜的声音。江凯连忙提醒胡言不要发出声音，胡言一脸疑惑，不是我发出的声音啊，直到两人回头才发现是酒鬼职业的胖子发出的声音。果不其然，女妖也听到了这边的动静，她高高跃起向男主这边扑来，随后她发动了技能破胆尖啸，顿时音波席卷向男主三人。下一刻江凯和胡言都陷入了异常状态破胆，由于陷入了恐惧状态，他们的身体都动不了了。就在女妖要对他们下杀手时，胖子却像舔狗一样飞扑了过来，嘴里还喊着美人我来了。下一刻女妖直接被他撞了个满怀，他将女妖压在地上，露出一副舔狗痴汉的表情，手还不断的在女妖脸颊抚摸。女妖人都傻了。江凯这边破胆消除，身体可以动了。女妖的破胆尖啸是有冷却时间的，现在正是出手的好机会。江凯射出手中的9节追命，此时小胖的注意力还在女妖身上，他对着女妖的嘴就亲了下去。就在他快要亲到时，一声爆炸响起，女妖被消灭了。击杀精英幽灵女妖一只。这边兴高采烈，小胖那边却是悲伤无比。畜生啊，你们为什么要把我老婆炸了？江凯无语，这家伙什么情况？胡言回复，他是酒鬼职业，喝醉后有神丑倾向，越丑他越喜欢。说完，胡言兴冲冲地跑去女妖屋子找宝箱了。江凯看向小胖子思索，酒鬼最招人嫌的一点就是喝酒后意识会失控，但这看似致命的缺点，却也让他无视了女妖的破胆效果。想到这里，男主露出了一个微笑。这时胡言也将宝箱拿了回来。当他看到江凯那邪恶的表情后，他浑身打起了冷战。不久后，他们又找到了另一只女妖。江凯挥手道，就决定是你了，阮宇，去吧。胡言将小胖甩出，小胖如一枚舔狗炮弹飞出，径直冲向正在发动破胆尖啸的女妖。小胖的舔狗状态完全无视了女妖的破胆效果，他再次将这只女妖扑倒。熟悉的剧情，熟悉的配方，邪恶的江凯再次掏出武器，10把飞刀射出，精准命中要被小胖强吻的女妖。爆炸声响起，探险者江凯击杀精英级幽灵女妖一只。小胖被刚才的爆炸轰飞，直接来了个脑袋着陆。江凯和胡言握拳，漂亮，趁着他还没酒醒，赶紧去刷下一个女妖。这个胖子喜欢丑女，越丑他越喜欢。原来胖子是职业酒鬼，喝醉后就会产生神丑倾向，长得越丑反而越对他的胃口。因此在组队猎杀女妖时，队友都怕得要死，胖子却主动扑上去将女妖推倒，不仅用手抚摸女妖的脸，甚至还要和女妖接吻，而队友则趁着这个机会把女妖杀了。就这样杀了35个后，胖子整个人都 emo 了，队友却没良心的在那里开箱。整个国王谷的女妖被刷完后，江凯升到了14级，还开出了2张技能卡。第一张技能卡是奇语术，精神力强大的人可以施展出大范围的暴力。胡言已经达到了29级，精神力是他们中最高的，江凯便把这张卡给了他。胡言顿时泪流满面，他终于有了除算卦外的技能，不再是个只会算卦的废物。激动之下，他给江凯连磕了数头，头都磕起包了。看着胡言高兴的像个傻子，江凯也很欣慰。随后他拿出第2张技能卡，这是一张能激活隐藏职业额外技能的技能卡。男主使用后，鬼心智脑老婆就出现在了帝君的铁粉面前。恭喜隐藏职业赌徒激活额外技能赌场扒窃。当赌场扒窃开启后，周围没有一个探险者关注到赌徒，赌徒都将窃取到关注者1/1000的总属性增加到自身。30分钟后，技能和增加的属性都将移除。江凯顿时抓狂，犹如80抽后出了个常驻5星。这
这么珍贵的额外技能卡，却出了个只能窃取别人1/1000的总属性。就算对方有1000点属性，那他也只能加1点。就在江凯沮丧时，胖子终于酒醒了。他虽记不起酒醉时的事情，但却有一种心痛的感觉。大好人胡言过来提醒了一句：“鬼星第一深情，你忘了昨晚痛失35个老婆了吗？”顿时昨晚酒醉后的记忆涌入脑海，胖子直接吐了起来。过后他痛哭流涕：“我是酒鬼职业，会忍不住喝酒，拖了队伍的后腿，很抱歉。队长，你要是对我不满意的话，我现在就离队。”江凯却递了一件装备给他，说什么呢？你可是昨晚的大功臣。诺，这件装备归你了。要是没有你，我们可杀不了那么多女妖，你才是这一趟的队伍核心。胖子感动地说道：“不，凯队，我之前说了不要装备的，你能让我入队我就很开心了。要不是你也没人要我。”江凯强硬道：“我是队长，我叫你拿着就拿着，而且装备胡言也有份。”胡言听到他也有份，顿时眼神发亮地看向江凯。此时江凯在他眼中已经变成了一位叼着花撒着币的英俊美男子，两人顿时秒变江凯的小迷弟，然后疯狂磕头。凯队，今后我们跟定你了，我们生是你的鬼，死是你的死鬼。不久后，男主来到鬼星物品交易处，上次帮他卖东西的小姐姐已经变成了销冠。这次江凯把刷女妖的材料都卖掉后，一共获得了840万圣耀币。江凯一脸兴奋，这样他大哥和妹妹以后的生活费就不用担心了。随后江凯重新换了一身装备，首先是暗夜长裤，可在夜间进入隐身状态3分钟，然后是幽灵机甲，每10分钟能发动1次虚化，免疫1次物理攻击。换上装备后，江凯感觉自己又比之前强了，就算是和20级以上的探险者对战，他也有获胜的信心。就在这时，小胖子抱着根木头向他走了过来。凯队，我帮你把追命改造了一下，你看看效果吧。他直接把飞刀丢向了江凯。江凯大惊，小胖你干啥？炸了你35个老婆还是记仇了吗？结果飞刀快触碰到江凯时，小胖抛弃手中的木头，大喊一声回来，飞刀竟直接返回，顺带削断了木头，然后被小胖抓住。原来小胖看到江凯战斗后要经常去捡回追命，很麻烦，他就帮江凯在追命上加了强力磁石。江凯兴奋道：太好了，这样以后我就不用担心手里还剩多少追命了，而且刚刚追命被吸回后还能对途中的物体造成伤害。小胖，你简直是个改装天才。小胖憨憨道：真的吗？凯队。江凯为了给小胖信心，就对天发了个誓，是真的。下一秒一道雷声响起，然后天空就下起了雨。小胖看向江凯，队长，你刚才不会是在骗我吧？就在江凯不知道怎么回答时，胡言出现，说他终于学会了祈雨术，但就是感觉没啥用。江凯分析道：怎么会没用？你看这些人都在因你躲雨，如果能让雨再大点，大到严重阻碍敌人的行动，那敌人就成了活靶的，到时我想杀谁就杀谁。胡言听后顿时信心大增，好的凯队，我一定会好好修炼祈雨术的。就在这时，江凯听到了一行人在议论皇家的事情，他立马询问那人：皇家怎么了？三人很诧异，这么大的消息你居然不知道。随后江凯就得知了一个惊天大消息，皇家竟要带20万人去猎杀王级 BOSS。 如今兽神在地球肆虐，每个国家只有从鬼星获取到资源才能去对抗兽神，但鬼星资源都被各种 BOSS 占据，只有打败 BOSS， 国家才能开辟新的领土获取资源。而鬼星上怪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普通级、精英级、战将级、统领级、王级 BOSS、地图 BOSS 以及守卫之主，其中王级 BOSS 就是需要集合几十万人才能与之一战的恐怖怪物，而皇家居然要带领玄武工会为国征战做贡献。江凯陷入了沉思，难道黄伟一家改邪归正了，成为了魏指挥说的心怀天下的那种人吗？想到魏婴曾经对他说过的那句话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去和那帮怪物战斗。看着水中的倒影，江凯喃喃自语，黄伟都这么做了，那我是不是也该去为国出一份力？鬼星永动岛，江凯三人被冻得瑟瑟发抖，他们也没想到永动岛这么冷。这时有人朝他们大喊了一声，你们是哪队的蠢货，不知道没开战前湖面上不能走吗？江凯很困惑，我们也是第一次来，请问为什么不能在冰面上走？男人大骂道，蠢货，永动岛下方全是怪物，你们这样在冰面上走，不知道会惊动下面游荡的怪物吗？话落，一只鱼人就从冰面窜了出来，江凯三人被撞得摔在冰面上，这是一头22级的双足鱼人。江凯连忙拉着胡言和胖子后退，男人看见这一幕不仅不帮忙，还戏谑道，三个蠢货，22级的鱼人可是需要20级以上的队伍才能对付的，而且鱼人最擅长近身攻击，看来你们死定了。此时鱼人已经拿着叉子冲了过来，目标直指站在最前方的江凯。胖子和胡言同时大喊，小心凯队。就在鱼人刺中江凯的一瞬间，江凯发动了幽灵铠甲的虚化，虚化结束，他手中已经多出了8枚飞刀，给我死！8枚飞刀齐齐射向鱼人的脑袋，飞刀触发了火焰和暴击效果。刚才嘲讽的三人顿时瞪大了眼睛，什么？他不仅躲过了鱼人必中的近身攻击，而且需要人均20级的队伍才能解决掉的22级鱼人，被他一个10几级的秒杀了。江凯握了握手，果然活动了一下筋骨就不冷了。江凯朝着飞刀招了招手，9节追命便从鱼人身上飞出，重新回到江凯身前。现在我的力量是76点，只要触发暴击，最低也有15200点伤害。
这还没算上追命的爆伤加成。目前我这个伤害，只要是20级左右的，不管是怪物还是探险者，应该都扛不住我一下暴击。这时胡言已经帮江凯把鱼人尸体给收了起来。就在他转头看向刚才那3人时，那3人立马乖巧的来到他身前。江凯向他们询问了黄伟的位置，得到黄伟的位置后，江凯只身赶往了这里。他不想胡言和胖子掺和到他和黄伟的事。也就在这时，一个人影出现，江凯开心道：“黄伟！”来人正是黄伟，他穿着一身岩石的铠甲，平静地注视江凯。江凯主动开口：“黄伟，知道你要为国讨伐报后，我对你刮目相看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放下恩怨，而我也愿意在永动岛上贡献一份力。”结果下一秒，一道剑光反射在江凯脸上，黄伟朝着江凯一剑劈下，还好江凯反应快躲了过去。江凯大惊：“黄伟，你做什么？我是来和你和解的。”黄伟阴沉着脸，冷笑道：“哈哈哈，和解？你他妈杀我在先，让我做了那么久的心理治疗，现在你跟我说和解就和解？自从上次你杀了我，我一直想找你报仇，可军方却下令让我家别动你，我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？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，我主动参加讨伐王级 BOSS 的战役，就是想用这份功劳来要挟军方，别再保护你啊！”江凯震惊了：“你讨伐王级 BOSS 的目的只是为了这个？”“是啊，但我没想到你会主动找上门来，反正大战在即，我就先虐杀你，再拿杀 BOSS 的军功去军方那抵罪。”原来是我想多了，你还是那个小人黄伟，但你想杀我，还是一起上吧，毕竟你们猎鹰5队可是被我团灭过。黄伟手下闻言顿时笑出了声：“我呸！你能团灭猎鹰5队，肯定是靠军方的暗中保护。咱少爷10级加一身 S 级装备，杀你还需要帮手？就是这小子菜的我都……”说到一半，他眼睛忽然瞪大：“等等，这小子和少爷同期的，怎么这么快就14级了？”下一秒，场上就传出了黄伟的惨叫声：“啊呀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他的攻击会着火？快去救少爷！”江凯冷漠道：“不用去了，他死定了。”但下一刻，黄伟居然从火中站了起来：“不，我还没死，我的装备能锁住1%的血量，你们快替我杀了他，要给我把他狠狠折磨到死！”来了！面对高出自己15级以上的敌人，江凯不仅没有害怕，还选择了主动出击，4枚9节追命飞出。然而飞镖在经过敌人身边时，却一个也没中。敌人嘲笑：“这么多飞镖，一个也没中，不会是看到我们都是30级左右就被吓得手抖了吧？”说完，他便持刀直接冲向了江凯。结果江凯手一抬，镖来，一枚飞镖便从身后击中了男人。飞镖上的火附魔触发，男人瞬间被火焰吞没。其他3人都被吓坏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飞镖怎么飞回来了？江凯冷漠地看向敌人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在实战中运用飞镖召回的技巧杀敌，这种出其不意的方式，竟然如此轻松的就解决了一名32级的探险者。下一刻，江凯闪身到另一名敌人身后：“就你了，9节追命，给我回来！”下一秒，一枚飞刀从前面击中了男人的身体，飞刀燃起一团火焰。下一刻，男人被火焰吞没。听到同伴发出的惨叫，剩下2人都被吓坏了。这是什么技能？为什么伤害会那么高？难道这小子是扮猪吃虎的大神吗？一旁的黄伟听后大骂：“蠢货！你们难道看不出来他擅长远程攻击吗？你们一起上，近他的身不就行了？”黄伟得意：“这世上就没有能难住我点子王的人。江凯一定是擅长远程攻击的刺客职业，所以伤害才会那么高。但只要被近身的话，那他就秒杀了2名近身的敌人。”黄伟顿时被噎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说好的远程职业不善近身呢？解决完所有敌人，江凯向黄伟走去，他眼神凌厉地看着黄伟，取出3枚飞刀：“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”黄伟一脸惊慌：“不，你不能杀我！你再杀我，就是真的不死不休了！”看着如此懦弱的黄伟，江凯换了一把武器，他将第一次杀黄伟的铁签取出。“黄伟，我本打算将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，但你实在让我太失望了。既然你非要杀我，那我也不能不回礼。听说你上次被我杀出了心理阴影，那这次也不介意让阴影再大一点点吧。”下一刻，铁签直指黄伟的脑袋。红明了！江凯红明了。在杀死黄伟4人后，虽然他的等级从14级飙升到了17级，但系统的警告也随之出现：由于您击杀超过10位同阵营探险者，获得嗜血杀手惩罚。随后就是嗜血杀手的介绍，处于该状态时，将被周围所有玩家察觉到所在位置。嗜血杀手被击杀时，被掠夺的经验将提升至3倍，使用10滴忏悔之泪，可消除嗜血杀手状态。江凯当场愣住，他终于知道击杀探险者经验那么高，为什么没人这么做了？得到这个惩罚的人，妥妥就是一个高额的移动经验包啊！再加上他本身的加倍天赋，获得的奖惩都会触发双倍效果，还有1%概率触发10倍效果。要是他倒霉一点的话，死一次就会被掠夺30倍的经验，直接被掠夺回1级都是有可能的。想到这，江凯不敢再留在原地，看来以后不能去人多的地方，而且要想办法找到忏悔之泪，消除这个状态才行。永动岛皇家驻地，黄伟的父亲坐在首座上发出暴怒：“什么？黄伟被人杀了？你们是怎么保护他的？我都打好噱头说是我们黄家父子3人一起为国而战，结果他死了，这不是让我在全国人面前失信吗？”黄伟的哥哥黄达问道：“父亲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”黄通一锤敲在桌子上：“直接开战，我们直接去拿下王级 BOSS， 等拿下 BOSS 后，我们就能以军功要挟军方别再护着江凯，到那时我要让那江凯付出最惨烈的代价。”与此同时，重新归队的江凯被队友问头上怎么多了个称号，
江凯来不及解释，拉着队友就走，生怕被皇家的人发现。也就在这时，一声号角声响起，江凯疑惑，这是战争号角，怎么现在响了？难道皇家提前开战了？这时胡言突然说道：“凯队，快看那边！”只见不远处，冰湖湖面居然裂开了一道飓风，随后地面开始颤动，紧接着一只怪物也跟着出现。片刻后，一座冰山拔地而起，上面站满了怪物，且每一只都是面目狰狞的鱼人。江凯三人也被这一幕给震惊到了。而在冰上的山顶，一头蓝色的鱼人正端坐在鱼骨王座上，他就是这次皇家要讨伐的王级 BOSS 冰封鱼人领主。胡言紧张道：“那就是 BOSS 吗？好恐怖！”江凯眼神凝重：“是啊，好强的压迫感。”胖子心有余悸，还好他不是母的，我也没喝醉酒。紧接着便听到一声咆哮：“战场上的战士们，王级 BOSS 冰封鱼人领主已经引出来了，所有人准备好迎战。此战若是胜利，你们不仅能得到丰厚的报酬，还能帮助圣耀拿下领土资源，让你们的家人在未来免遭兽神的侵害。所以不管是为了当下还是未来，我们都必须拼上一切来赢得胜利，哪怕是为此而亡。战士们，当箭矢离弦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那么此次王级 BOSS 战正式开战！”开始了，和王级 BOSS 冰封鱼人的大战终于开始了。无数探险者向着鱼人冲去，队友让江凯离开，江凯却说不用了，因为开战后皇家可没空管他。BOSS 战难得一见，现在正好可以长长见识。此时探险者大军已经冲到了鱼人面前，就在他们要发动攻击时，冰川下突然冲出一道巨大黑影，那是一头25级的双足鱼人。领头人见状鼓舞道：“大家别怕，不过是一条臭鱼，我们人多势众，直接和他拼了！”结果下一刻，他就被鱼人吸进了嘴里，咔嚓一声，嘎嘣脆，他像饼干一样被吃了。这一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。远处观战的胡言见状心有余悸，原来一只普通的鱼人对探险者来说就这么强了。小胖补充道：“而且我感觉鱼人的数量很多。”江凯分析：“据说这场 BOSS 战只要 BOSS 不死，鱼人大军就会源源不断出现，所以此战的关键并不是20万探险者和鱼人大军的战斗，而是那些高端战力中的超凡者们和王级 BOSS 之间的战斗。注意，我们8人小队已突入 BOSS 区域，一起出手，迅速解决掉这家伙，不要大意，都拿出全力！”随即8人齐齐冲向 BOSS， 他们毫无保留地用出了自己的最强一击，绚丽的光芒在场中瞬间爆开。胡言和小胖惊呼：“好强！这就是超凡者吗？看样子 BOSS 要被打死了。”然而江凯却否定了他们的看法，他开启了鬼眼专注，清晰地看到战场上 BOSS 和超凡者们的状况。8人联合施展出的最强一击，竟连 BOSS 的防御都没破，超凡者们也张大了嘴巴。这怎么可能？下一秒，鱼人领主一叉劈下，8人被轰飞，瞬间失去了生命体征。这就是王级 BOSS 的恐怖战力，一出手就秒杀了8位超凡者，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江凯见状也是紧咬牙关，这样的王级 BOSS 真的能打得过吗？下一刻，一位手持银枪的男人回应了男主，他居然一人冲向了鱼人领主。江凯不敢置信，刚才那8人都死了，他怎么敢一个人上的？就在男人冲上来的同时，鱼人领主也一叉刺向了他。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，震惊的一幕出现了，男人一枪挡住了鱼人领主的攻击。鱼人领主第一次露出了诧异的眼神，最为震惊的还是在场的探险者。只听男人淡淡开口道：“刚才我的队友是故意以身赴死的，你不会以为我们是你随意一击就能斩杀的吧？”此人正是玄武公会第一强者蒋放，职业枪兵。原来他的天赋是王者的祝福，周身每死去一个超凡队友，他将获得25%的力量提升，真是队友祭天，法力无边呀！蒋放跳到 BOSS 肩上，一枪划过，击破 BOSS 护甲。鱼人领主肩头顿时出现了一道血口，众人大喜，看来这位大神有希望击杀 BOSS 啊！玄武公会会长黄通更是一脸胜券在握。真以为我们玄武公会弱吗？刚才被杀的超凡者都是我们为了给蒋放提升力量的预谋，因为蒋放本就是以一当十的强者，再加上王者的祝福提升200%力量后，现在蒋放一人就是堪比一支20人的超凡者军队。场上，蒋放不断的在鱼人领主身上来回攻击。黄通见状已经认定，这一次讨伐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必胜。然而不出意外，出意外了，一只32级的精英级海鱼人悄然出现在众人身后。黄达突然向他父亲报告道：“不好，父亲，我们监测到永动岛后方有大量鱼人在赶来。”什么？你说海里的鱼人大军也被召唤来了？来了！突如其来的海鱼人大军打乱了黄通的作战计划。玄武公会最强者蒋放之所以能安心打 BOSS， 是因为有着20万战士在帮他对抗普通鱼人。现在战场被分割成了5个区域，每个区域都有着对应等级的探险者和鱼人战斗。而现在黄达检测到，有几百只30级以上的精英海鱼人正在靠近，如果他们加入战场，将会打破平衡。到时蒋放不但会被影响，无法击杀 BOSS， 更严重的还会导致作战的20万探险者死在这里。黄通目眦欲裂，蒋放击杀 BOSS 至少需要30分钟的时间。他问黄达海鱼人大军还有多久抵达，黄达看着腕表回复：最多10分钟。与此同时，江凯身后出现海鱼人后，他立马射出了3枚飞刀，飞刀命中海鱼人的身体，瞬间将海鱼人秒杀。探险者江凯击杀精英海鱼人一只。胡言心有余悸，凯队，周围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海鱼人呢？我们赶紧离开这吧。江凯看着战场，犹豫要不要走。现在战场上似乎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，如果这批海鱼人加入战场，或许会导致整场战斗失败，
他眼神一瞥，看向在山顶指挥的黄通。黄通是他的仇人，如果皇家战败了，他很乐意看到，但被喊来作战的20万探险者是无辜的。想到这里，江凯闭上了眼睛，他又想起了那个老头曾对他说的话：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死在战场，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，这世上总得有人出来去和那帮怪物战斗吧。片刻后，江凯有了决定：你曾经保护了我和我的家人，今天换我来保护你的战士好了。他走向胡言和阮宇说道：胡言、阮宇，我们不走了。胡言和阮宇都露出了错愕的表情。不仅如此，我还需要你们把周围的海域人全都引到我这来，我要一个人把他们全部解决。胡言和阮宇顿时惊掉了下巴。10分钟后，战场还在进行着惨烈的厮杀，看着同伴不断倒下，一名受伤的探险者劝阻道：队长，别打了吧，很多人都探查到后方有大批海域人逼近，等那些海域人也包围过来就全完了，我们还是抓紧逃吧。队友闻言也萌生了退意。是啊，死了可是1个月不能上线了，1个月不能赚钱，大家都会被房东赶出大街的。就在他们准备退走时，队长走了过来：不用走了，你们难道没发现吗？从开始探测到海域人已经过去10分钟了，说好的海域人10分钟到战场，但现在却一只都没有出现，这说明了什么？大家都看向队长指的方向，那里是海边的位置，但却没见到一只海域人过来。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随后纷纷猜测，难道是皇家有后手？而那位队长给出了他的判断，这说明后方应该有很厉害的人物出手了。不过能挡住那么多海域人，应该是有一支实力很恐怖的探险者队伍在作战。然而他却猜错了，此时海域人正在追逐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江凯。面对鱼人的疯狂追击，江凯没慌，还露出了微笑。他一个急停，回身拿出9节追命夹在手中，暗器发出的红光也预示了2个鱼人接下来的命运，一次击杀200多头海鱼人，这也没谁了。就在刚刚，2头海鱼人想要攻击江凯，江凯直接从2鱼人之间穿过，随后他们便被火光吞没。江凯回头观望，总是1、2只过来，杀起来还是太慢了。也就在这时，胡言引了一大批海鱼人过来，还有小胖也是。江凯站在路中间蓄势待发，干得好，接下来交给我就行，你们2个快躲起来。2人路过江凯时担心地问道：凯队，引来这么多精英级海鱼人，你杀得完吗？是啊，凯队，你刚才杀1、2只都费劲。面对汹涌而来的怪物，男主承认，确实，我目前单杀1只、2只是有点费劲，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其实比起单杀，我更适合群攻。说完，江凯周身出现一圈火光，那是飞刀向四周射出时留下的火焰。数秒后，火光冲天而起，所有鱼人被消灭。一条系统提示弹出：探险者江凯击杀精英海鱼人257。胡言和阮宇都惊呆了，没想到队长的实力这么可怕。与此同时，探险者也看到了后方的大爆炸。黄达连忙报告道：父亲，后方的海鱼人好像大面积消失了，是您请的军方赶来了吗？黄通也摸不着头脑，军方不应该呀，我刚刚才去联系的军方赶来的效率能有这么快？沉思片刻，他不再理会，而是发布命令道：罢了，既然军方来了，就通知所有人平衡好战场，好让蒋放一人安心解决 BOSS。 而蒋放这边在和鱼人领主大战半个小时后，终于打掉了他1/3的血量。探险者见状纷纷欢呼，但他们高兴太早了。鱼人领主的鱼叉突然加快，势大力沉向下劈去，蒋放却没能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。黄达惊呼：当心，掉血1/3， BOSS 进入第2阶段狂暴， BOSS 狂暴阶段攻击速度会快到几乎不可能躲开，所以蒋放只能硬接下这波攻势。攻击密如雨点般落在蒋放的防御护罩上，仅仅片刻，蒋放手中的银枪便支撑不住被打断，而他身体也被迫承受了接下来的所有攻击，生命值直接掉到了5%。所有人都担心地看着这一幕，那位大神是要死了吗？蒋放却咳着血说道：哼，畜生，你以为你这点伤害就能杀了我吗？说完，他身上便缭绕起了蓝色的光芒，只听他大吼一声：超凡天赋，战役化甲。黑脸男人只是大吼一声，浑身就缭绕起了蓝色的火焰，原来这是他的天赋技能，战役化甲。战役化作的这身铠甲不但能免疫伤害，还能像反甲一样把50%的伤害反弹给对方。而 BOSS 此时正好处于攻速极快的狂暴阶段，仅仅片刻功夫， BOSS 的血量就骤降到了35%。所有人都兴奋无比， BOSS 的攻速越快，他的血量也就掉得越多，只要这样保持下去，拿下 BOSS 就不是问题。但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一根粗壮的触须抽中了蒋放的腹部，他整个人如炮弹般飞了出去，烟雾散开，蒋放像一块破布一样贴在墙上，他的腹部更是出现了一个漆黑的血洞，他被破防了，生命只剩1%。刚才还胜利在望的众人也被这突然的一击给打懵了，原来刚才鱼人领主释放了 BOSS 战技破甲触须，身为这次 BOSS 战的发起人黄通差点从坐骑上摔下来，他没想到 BOSS 居然还有没被发现的破甲技能。这次 BOSS 战最大的依仗就是蒋放，如果连蒋放都败了的话，那么这一战将毫无胜算。与此同时，战场的某处还有一个男人在死死抵抗鱼人的攻击。柱子，暖暖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带你们来这的，我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比你们常说的江凯强才带你们来这的，但江凯都没带你们死过，而我却要带你们死在这，我真是一个失败的队长。此时暖暖和柱子正趴在地上，他们看着队长即将被鱼人杀死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暖暖绝望地哭喊道：有人吗？有人能救救我队长吗？我已经没有精神力可以用来治疗了，但这种情况下怎会有人来救他们？ BOSS 不死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鱼人出现，他们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困境。恰巧这时队长的盾也碎了，他瞳孔如针芒收缩，知道了自己接下来的结局。对面是鱼人凶恶的表情，队长就这样跪在地上等待着自己的死亡。就在鱼叉快
快要刺中他时，两柄火红的飞刀出现，瞬间击中鱼人的脑袋。队长还没反应过来，鱼人就死在了他的前面。只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：“召回！”当看清来人后，队长是惊愕的表情，暖暖和柱子则是惊喜。那个男人，他来了，是江凯。然而江凯却没有停下来和他们叙旧，而是说道：“柱子，暖暖，好久不见，我要去打 BOSS 了，你们保护好自己。”柱子想要撑起身体跟上江凯，但他却做不到，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。然而令他疑惑的是，为什么江凯走后他还能感知到对方的位置？暖暖也是同样的情况。与此同时，正在和鱼人大战的探险者突然同时产生了一股感知，古言朝着江凯的方向大喊：“凯对你做什么呀？你忘了你现在的状态吗？你顶着那称号下去，是会被20万人盯上的呀！”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同时收到了一个提示，附近居然有一个顶着嗜血杀手称号的人，他们眼神立马就变得贪婪起来。妈的，本来都准备等死了，没想到还能碰上个嗜血杀手。杀嗜血杀手可是能掠夺很多经验的，倒不如在被鱼人杀死前拿点经验。话落，五人便齐齐冲向了江凯，江凯也感知到了身后的攻击，随后战斗的火光从场上爆发。暖暖和柱子一脸紧张，怎么了？凯是被那帮人杀了吗？但现场的结果却是五人连江凯的一击都没能扛住。那小子伤害怎么那么高啊？嗨，他不是10几级的菜鸟吗？这什么情况？远处的队长看见这一幕也瞪大了眼睛，这就是他的实力吗？被这么多20级以上的人围攻还能全身而退，难怪柱子和暖暖这么推崇他。此时黄达也感知到了江凯，他告知父亲，江凯似乎是朝着 BOSS 方向奔去的。黄通却不以为意，江凯这回还管他干什么？他难道还能击杀豹不成？现在该管的是怎么让这场仗损失的少一点。可黄达心里却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他隐隐有种江凯能杀掉 BOSS 的感觉。江凯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还是忍不住参战了。帮皇家打 BOSS 这种事，换以前的他肯定是不会做的。但想到魏指挥跟他说过的话，若是未来圣耀处于危难之中，我只希望你能在有余力的情况下为圣耀而战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从一个穷困潦倒只顾得上自己的人，变成了一个能被别人求救和依靠的人。这也许就是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吧。如今国家处于危难之中，需要更多领土获取资源，而他也恰好有一点余力。爷爷智脑，我要发动之前获得的那个一次性技能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！窃取20万人的属性加给自己，属性瞬间暴涨上万点。还有比这个更恐怖的技能吗？就在刚刚，头顶着嗜血猎手的江凯出现在20万探险者大军中。因为这个红名称号，附近所有人都接收到了系统警示，只要杀了这个红名的人，他们就能掠夺这个人死亡后的3倍经验奖励。男主也正因为这一点获得了20万人的注意，因此他才有机会发动那个一次性的特殊技能赌场扒窃。周围没有一个人关注到男主，男主就能窃取 0.1% 的总属性加到自己身上，30分钟后效果一除。虽然每个人只能窃取 0.1% 的属性点，看似很少，但是这里有20万人啊！就在这一瞬间，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好像少了什么。随着属性点的窃取开始，江凯的属性点不断暴涨，瞬间就涨到了数万点的恐怖程度。男主的仇敌黄达震惊了，父亲，我的腕表检测到江凯的属性发生了恐怖的变化，他的总属性好像超过了85级的奖放。黄通顿时惊了，什么？一个20级的小子，属性怎么可能比增幅了10倍的奖放还高？黄通还没震惊完，他儿子又给他报了个更惊人的消息，父亲，你快看，他居然朝着 BOSS 跑去了。什么？他疯了吗？他想要抢 BOSS。此时江凯已经冲到了战将级鱼人的区域，突然一头51级的战将鲨鱼人拦在了江凯前面。要是属性没提升前，江凯肯定会避让，但现在他可不怕。黄通父子也注意到了这一幕，他们也想看看江凯的实力是否真的提升了。就在鲨鱼人咬向江凯的那一刻，江凯也挥出了他的拳头，小鲨鱼别挡道。江凯一拳轰在鱼腹上，也如同击打在了所有人心上，他们都想知道结果如何。结果鲨鱼人一拳都没扛住就倒下了，江凯则快速的穿梭到了下一个战区，统领级鱼人战区。这里的统领级鱼人全都是70级以上的，很凶很凶。就在江凯想要翻越这座高山时，鱼人统领居然用出了音波攻击。由于音波攻击的范围大，江凯也未能幸免，他顿时捂着耳朵被控在了原地。黄通见状不由得意一笑，哼，不自量力。统领级鱼人的吼声是要有特殊技能或装备才能免疫的，他空有属性能有什么用？此时统领级鱼人已经挥爪准备拍向江凯，江凯捂着头跪在原地，这一击要是打中，他不死也得重伤。就在队友纷纷替他感到担心时，一位拿着啤酒的大肚腩站了出来，他红着脸大吼道：“我阮宇一生不弱于人！”说完他便冲了出去。美人，我也不比我队长差，你别光勾引我队长啊，也来勾引我！胖子一个头锤直接撞到了统领级鱼人的头上，他再次怒吼：“我这样的高质量人类男性都无法吸引你吗？那就让我给予你一个跨越种族的吻吧！”她是超凶的绿皮女鱼人，她是喝醉就有神丑倾向的胖子。为了帮队长拖住这个敌人，他毫不犹豫冲了上去，先给女鱼人来了个大摆锤，然后竟直接贴在了女鱼人的嘴。原来他在亲女鱼人的嘴，女鱼人也猛啊，手都在颤抖。他长那么大，还没被人这样轻浮过，顿时羞红脸一巴掌将胖子拍在地上。胖子虽然被拍得口吐鲜血，但还是不忘调侃道：“有性子挺泼辣的嘛，我就喜欢你这么有个性的。”原来胖子进入了醉生梦死状态，可大幅降低受到的伤害，但会让人神志不清。黄通父子顿时震惊了，这是谁的部将？这么猛！围观群众也张大了下巴，居然能无视鱼人统领的吼声，还硬抗了一记攻击。就连见多识广的军方教官也汗颜，居然一个人就吸引了鱼人统领的仇恨。此时身为队长的江凯已经恢复了行动。阮宇，你怎么跟来了？
了，我不是叮嘱你们俩不要跟过来吗？胡言却回道：队长，你不会以为我们会丢下你吧？看我的无敌奇羽术！随后他来到江凯身边说道：队长，你快走。阮宇坚持不了多久，他跟鱼人统领的等级差距太大。此时胖子再次扑向女鱼人统领，鱼人老婆，我又来了。江凯愣住了，你们？片刻后他释然了，好吧，真是拿你们没办法。此时天空电闪雷鸣，即将下雨，其他人见状却发出了质疑声。那女的发动了奇羽术，这玩意有个屁用，这么多鱼人难道还会被雨水呛死吗？胡言不屑道，哼，这些人连基本的物理学都不懂吗？但还是有人发现了不对劲，不对，大家快看天上。此时天空落下的并不是雨水，而是一块又一块的冰雹。场上不管是鱼人还是人类都发出了哀嚎，啊呀，这什么玩意啊？不是奇羽术吗？怎么变成冰雹术了？而且这技能怎么敌我不分啊？打得我疼死了。胡言见状却是兴奋无比，哈哈哈！利用永冻岛的极寒天气，奇羽术当然会变成大冰雹了。以前我一个攻击技能没有，现在我能一次揍20万人，爽啊！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。想谈恋爱的兄弟，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？去牵手啊！不怕提要求，要求越多，帮你找的越准。找对象就用牵手，快去试试吧。随后他又看向江凯道：凯队，你说过的，只要我的奇羽术能阻碍敌人的行动，那么敌人就会变成你的活靶子。现在我的冰雹吸引了鱼人的注意力，他们放不出吼叫攻击了，你可以轻松杀过去打 BOSS 了。队长，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你不用一个人战斗。江凯这一刻才意识到，他太小瞧自己的2个队友了。之前他遇到什么怪物都是一个人上，但其实他也是可以依靠队友的。是啊，我为什么要一个人呢？胡言软语，是我小看你们了。那托你们的福，这些碍事的家伙。数道流光划过，场上顿时爆发起了一道道火光。这些家伙我就先解决了。这一波秒杀操作再次震惊了场上所有人。什么？那江凯把统领级鱼人都杀了，我们10几个团队才能抵抗到现在了。这实力，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凯，太好了！江凯不再停留，急速向着 BOSS 奔去。我现在增强的属性本身就强得可怕，这要是再触发暴击，现在就是天王老子也拦不住我。片刻后，江凯停下了脚步，终于到你面前了。刚才远远的看你还觉得挺厉害的，但怎么走近才发现你原来那么丑啊！对决了！江凯终于和鱼人 BOSS 对决了，所有人都惊骇地看着这一幕，唯有江凯的伙伴在为他喝彩。胡言大吼道：上吧队长，干翻他！好！江凯回应一声便冲向 BOSS 拿出手中鱼叉，眼露红光，教官大吼：不好 ，BOSS 又要发动狂暴攻击了，那速度和伤害江凯一定扛不住的。话落，江凯已经来到了 BOSS 脚下，而 BOSS 也对江凯发起了攻击，像蒋放一样并接 BOSS 攻击的画面没有出现，而是出现了不断的残影。江凯竟躲过了 BOSS 的所有攻击，他很疑惑 ，BOSS 这速度很快吗？明明慢的可以躲开，之前那皇家王牌为什么要选择硬抗啊？随后他跳到了 BOSS 的鱼叉上，一脸轻松的样子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，我没看错吧 ？BOSS 的狂暴攻击一下都没打中，全被他躲开了。只有黄通父子说出了真相，他这是敏捷比 BOSS 死还高。说话间，江凯已经手持武器冲向了鱼人 BOSS， 忽然一道蓝色闪光出现，原来是鱼人领主的尾巴突袭，不过依旧被江凯躲开了。太慢了，该我了！手中武器射出，瞬间架在鱼人领主的尾巴上，鱼人领主的尾巴被打断，生命剩余 25%， 这个伤害吓到了众人，居然一击就打掉了 BOSS 10%的血，要是换作蒋放也得打10分钟吧。随后更震惊的一幕出现，光一叉插入地面，整个人从王座上站了起来。江凯也抬头看向了这个庞大的家伙，此时他站在 BOSS 面前，如昆虫般渺小，而鱼人领主那身躯如铁塔般矗立，压迫感比坐着的时候大了100倍不止。众人惊呼：什么？蒋放都没能让 BOSS 起身应对，这小子竟能逼得 BOSS 不得不全力应对。江凯冷哼：呵，你这2条腿终于知道用了。BOSS 吸入大量空气，随后发动了音波攻击，但这一次音波攻击没能成功，被江凯躲开了。同样的招式我可不会再中一次。BOSS 见音波无效，便一叉插了过来，鱼叉瞬间刺到江凯面前，地面爆起一阵烟尘，附近的人也被这一击震得站。就在 BOSS 以为江凯被他这一击轰杀时，他的鱼叉居然断了，随后粉分爆开。BOSS 看着空荡荡的手陷入了错愕。这时烟尘里走出了一道人影，我看你这样子，不会是没了武器就不知道怎么打了吧？还以为江凯被打死的众人瞠目结舌，他是什么怪物啊？鬼星上有把 BOSS 武器打爆的先例吗？接着江凯不再废话，手持9节追命奔向 BOSS 还没适应丢失武器的战斗，下一刻他的膝盖就受到了攻击，瞬间爆炸，随后一只腿跪在了地上，膝盖受创，令得 BOSS 庞大的身躯再也无法站立。这一击让他生命掉到了 15%， 但这还没完，又是3道攻击落在了他另一只腿上，轰然爆炸。BOSS 首次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吼叫，他的生命仅剩 5% 了。江凯手一召唤回武器，眼中火光缭绕，该结束了。随后2道攻击分别落在了鱼人领主的左右手，齐齐爆炸之下，火光冲天，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，鱼人领主倒下了，四肢尽断，生命仅剩 0.1%。来了 ，BOSS 明明只剩一丝血，但江凯却把这个手杀让给了别人，难道他是传说中的圣母婊？就在刚刚，黄通见 BOSS 只剩一丝血便急了，他命令玄武公会所有人放弃和鱼人的战斗，不惜一切代价去击杀江凯，谁能击杀江凯，他就奖励5000万。但如果让江凯抢杀掉 BOSS， 那所有人都别想在战后拿到一分报酬，20万参加战斗的探险者都不淡定了，没有报酬，我家下个月怎么活呀？不行，我家孩子还等着钱治病呢。妈的，还管什么鱼人，赶紧去把那个江凯
凯杀了，不然我们这趟就白忙活了。下一刻，所有人都群情激愤地冲向了江凯，他们纷纷放弃与鱼人的战斗，就算身边的队友被杀，也没能让他们回头看一眼。看着战场发生的戏剧性转变，江凯忍不住嘲讽道：“呵，皇家本来就拿不下 BOSS， 现在看到我能拿下，就要要挟众人来杀我，还真恶心啊！”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骚操作，他扶起了倒在一旁的蒋放。蒋放很疑惑：“你不去杀了 BOSS， 过来扶我干什么？”江凯却笑道：“我这人是擅长把怪打成残血，但谁说我要跟你们抢 BOSS？ 我要是抢了 BOSS， 皇家家底后不会受到多大伤害，但20万人可就记恨上我，我可不想被那么多人追杀。”说完，两人也走到了 BOSS 面前：“你代表皇家是吧？那现在就请你来补这最后一刀吧。”蒋放瞪大了眼睛：“啥？你没开玩笑吧？”江凯却说道：“快点吧，你再不动手，他们就都要来砍我了，你就当做是为了我好吧。”蒋放闻言也不再犹豫，右手召唤出武器，随后一枪刺入了 BOSS 的脑袋。BOSS 发出最后一声惨叫，生命归零。下一刻，战场所有人都收到了一条系统通知：玄武公会超凡者蒋放击杀王级鱼人领主 BOSS。当众人看到这条通知后也懵逼了，不是那个嗜血猎手，居然是蒋放大神击杀了 BOSS。随着鱼人 BOSS 的消亡，鱼人大军也都纷纷跳入了海里。黄通父子完全摸不着头脑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 BOSS 是蒋放杀的？难道是江凯那小？这时江凯也看向了他们：“我这招看你们如何应对。”此时战场的探险者都欢呼了起来：“我们打赢了，有钱拿了！原来这嗜血杀手是大好人啊！”“是啊，现在谁敢动这位恩人，我跟谁急！”柱子兴奋道：“我靠，凯这一波操作帅爆了，而且格局很大呀！”暖暖也跟着应和：“是啊，太帅了！”就连一直对江凯不服气的教官，这一刻也对江凯心服口服了。而身为江凯队友的胡言更是翘上了天：“哼哼，现在都知道我家队长的厉害了吧？也不看看这是谁挑的队长。”兴奋过后，有人开始将矛头指向了皇家。皇家刚才威胁我们真是恶心啊！是啊，送死要我们干，最后指挥砸了还想让我们承受代价。随后怒骂声响起：“滚下来，狗资本家，有钱了不起啊！有种下来和我们单挑啊！我特么要退出玄武公会。”“对，我也退。”黄达担心地看着父亲说道：“父亲，这下不好了，20万人的退会和负面评论会让咱家声势大跌的。”黄通只能咬牙切齿：“混蛋，我今天算是彻底记住那江凯了。我们先走，等下次一定要对这江凯狠狠报复回来。”而江凯这边，蒋放正和他表示感谢，随后他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：“你这身属性是怎么回事？”江凯回道：“这是我用一次性技能换取的，到时间了就会消失。”也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裂开了一道裂缝，一只巨大章鱼触手从裂缝中伸出，它急速朝着江凯的方向而去。下一秒，江凯直接被捆住，然后迅速的被拖进裂缝。江凯毫无反抗之力，就这样坠入了黑暗的深渊。他身体被无数章鱼触手穿透，有的从他耳朵钻出，有的从他胸口钻出，但他却动弹不得，因为这是 BOSS 对他的死亡复仇。就在刚刚，男主突然被触手拖进了冰川裂缝里，同伴赶到时已不见男主身影。胡言问蒋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蒋放颤抖的回答：“江凯大概率是触发 BOSS 的死亡复仇了。”胡言瞪大眼睛：“死亡复仇？”死亡复仇是有些 BOSS 死后的特有技能，一旦死去的 BOSS 成功复仇到探险者，那探险者将会遭受极其恐怖的惩罚，被折磨致死都只是最初步的报复。而最可怕的一点是，被报复的人在鬼星死亡回到地球后，往往都会因为忍受不了那段折磨的记忆而选择自我了结。胡言听后身体忍不住的颤抖：“不要，凯对。”与此同时，江凯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但醒来后他却发现自己被章鱼触手捆了起来，而罪魁祸首便是那头死去的鱼人 BOSS。他通过灵魂状态的触手，不断的在江凯身上来回穿刺，以此达到折磨江凯的目的。这时一个系统警告弹出，提示江凯通过一次性技能获得的属性即将消失，时间剩余20秒。看着倒计时的出现，江凯总算明白了，他正在被这怪物折磨，因为身上有属性的支撑才没被这玩意杀死。要是属性消失的话，他必定瞬间死亡。BOSS 残存的仇恨虚影，见男主还没死，立即发动下一轮攻击。江凯在这时大喊了一声虚化，他瞬间化为残影，摆脱了 BOSS 的束缚，成功落在地上。但此时他所剩的时间并不多，面对再度向他发动攻击的 BOSS， 江凯取出了所有武器，趁着属性还未消失，跟他拼了。下一刻，江凯手中的所有暗器都飞了出去，不管是钢针还是短刺，一股脑的往 BOSS 身上攻击。在倒计时归零前， BOSS 被炸得残肢乱飞。烟雾散去 ，BOSS 的身躯正在消失。江凯松了口气，总算解决了。这时智脑突然出现，恭喜您逃脱鱼人领主的死亡复仇，并探索到了从未有人来过的秘宝区域。欢迎您来到鱼人的地下王国。江凯走到大门前，里面就是鱼人领主的宝库。随后智脑提示销毁倒计时开始，需要男主在10分钟内尽可能的收集宝物并逃离。想跑得快，当然少不了一双好鞋。换季要买一双新跑鞋，去哪买大牌跑鞋才真靠谱又省钱？推荐用实货 APP 平台实时对比全网店铺价格走势，直接替你找全网真底价。像李宁、亚瑟士、安踏，只要200-300。关键这些店必须经平台定期严格筛检才能收录。标识安心购的提供假一赔3和7天无理由服务。进评论区链接新人还送现金福利。男主惊愕：如果逃离不成功会怎样？智脑回答：逃离不成功会死亡，并且您在此前收集到的所有 BOSS 宝藏都会消失，只有成功逃离才能带走宝藏。回答完，智脑已经消失。随后整个大厅便开始颤动起来。江凯立马行动起来，不管了，要尽可能的收集宝物，然后逃离。但当他推开大门，看到里面的场景，
还是把他吓到了。宝库里尽是堆积如山的宝物，恭喜您发现愚人秘药3瓶，喝下可一共增加60属性。没时间了，他拿起就往嘴里灌。系统询问如何分配属性，他选择了全家敏捷。随后他看到了 BOSS 稀有宝箱，江凯顿时两眼放光，看起来都是不低于 A 级的。现在估计还剩下7分钟，用最快的速度应该来得及。结果下一秒系统又给他来了的倒计时，宝箱存在的时间只有90秒。倒计时开始，男主便疯狂地从宝箱里把宝物搬出。90秒后，他精疲力尽地躺在搬出的宝物堆中。不久后，他又发现了忏悔之泪，使用10个可消除嗜血杀手状态。他立即选择了使用。接着他继续收集宝物，这一趟他简直赚大，不仅收获了大量宝物，还消除了嗜血杀手状态。这时他看到了一样特别的东西，那是放在格子上的一页纸。恭喜您发现特殊转职配方，使用此配方可以完成特殊的20级转职。探险者到了20级，需要转职后才能继续升级，这东西正好能让他完成特殊的20级转职。第二天，江凯的遗照已经立了起来，小胖和胡言对着江凯的遗照痛哭。哇呀，队长，你死得好惨啊！这时他们突然听到冰川下有动静，胡言立即举起一颗雪球道：小心软语，又有该死的愚人要出来了。随后两人疯狂地往悬崖下丢雪球，我们绝对不允许有愚人来破坏队长的葬礼。是的，队长的墓碑就由我来守护。一颗雪球刚好砸到了江凯的头上，快爬上岸的手一松，他整个人又重新掉了下去。尼玛谁呀？老子好不容易才爬到出口。两人顿时愣住。我刚才好像听到了队长的声音。来了来了！江凯被猪队友砸下悬崖后，终于还是爬了上来。上来第一件事就是追着两人跑。啊哈哈哈！好久不见了，胡言软语。两人也是笑哈哈，回头看着队长。下一刻画风一变，你俩反骨仔想搞死我这个队长是吧？你们知道我爬的有多辛苦吗？还敢砸我？你们不是故意的呀，凯队。与此同时，江中城军方会议大厅，魏婴问道：在下线处找到江凯了吗？副官回复没有，但往常遭遇BOSS复仇的人早就死亡下线了，难道江凯还在遭受折磨？另一人也说道：能折磨这么久，我觉得那小子肯定完了呀。魏婴却否认了他们的推测，表示不能以常理去看江凯。他给出了一种可能，江凯不仅挺过了 BOSS 复仇，还找到了 BOSS 秘宝，但另一人却觉得不可能。鬼星出现50年，能挺过复仇还能拿到秘宝的只有寥寥几人，而且这几人都是顶尖超凡者。副官也说道：是啊，江凯登陆鬼星才1个月左右，我不觉得他有机会能撑过 BOSS 复仇。魏婴却表示他还是更相信自己的直觉。也就在这时，一个女官冲进办公室喊道：那人在交易所挂商品了。会议厅顿时安静，他们都很错愕。谁啊？开通私人售卖空间这种事也用得着汇报？苏兰兰却直接道：江凯，是江凯。他不但没死，还在鬼星开通了私人售卖空间，而且他售卖的商品总价值超过了4亿圣药币。两人听后顿时一惊。几分钟前，江凯在私人售货空间里售卖了一颗1.8千克的绿幽矿石，价值1800万圣药币，还有特级白玄铁晶石刚卖了3000克，获得了6300万，还有强韧铁石、玄铁晶石、黑玄铁晶石、黑曜钢化石、黄梨木矿石等等，这些加起来价值已经过亿了。那小子真的卖了4个亿。魏婴开怀大笑，哈哈哈！我就说江凯能找到BOSS秘宝的，那小子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苏兰兰却在这时给他泼了盆冷水。魏指挥，皇家突然来找您了，似乎想找你谈事。与此同时，江凯这边他没想到东西太多，居然要开通私人空间售卖，这一下被抽成了不少，感觉有点亏。队友安慰他不亏不亏，谁让战利品多到只能这样卖。随后江凯也不纠结了，打算把留下的好东西分一分。首先是玄冰玉石 B 级装备，可让施展的技能附带寒冰效果，寒冰可降低对手敏捷，如果持续让对手受到寒冰效果，可造成冰冻伤害。这个寒冰效果配上祈雨术，没准就能施展暴风雪，给胡言刚好。另一件是寒霜塔盾 A 级装备，防御38，力量提升19，体格提升16，敏捷减4。效果以寒霜塔盾撞击对手，能使对方进入1到2秒冻结状态，但遇到与自身等级差距太大的对手，冻结的概率会下降。这个给软语，能在盾击对手时暂时把对手冻住，是能打控制的盾牌。然后除了装备，他还得到了一些可以用来升级技能的永恒残叶。各职业提升技能等级有2种途径，一种是技能对应的专门的技能书，而这类技能书一般只有通过怪物宝箱或特殊的任务才能获得。另一种便是他从愚人领主的宝箱里获得的，可以提升所有技能等级的通用升级道具永恒残叶。永恒残叶作为刚需类宝物，堪称有价无市，在交易所中一旦上架就会被抢购一空，一页的售价就能达到50万圣药币。而根据技能的强度，升级技能所需要的永恒残叶的数量也不同，比如越是战斗直接相关的高级技能，升级所需要的永恒残叶的数量也越多。胡言和软语没想到江凯会把这么珍贵的东西给他们，此时胡言软语眼中的江凯已经变成了一位土豪，在向他们撒币。下一刻，两人猛扑到江凯怀里，凯队，您对我们的大恩大德，我俩会日日祷告保佑您。没错，您就算死掉了，灵魂也会上天堂的。江凯瞬间社死，我靠，你俩快放手啊！大街上的好丢人啊！这时一群
不速之客走了过来。江凯，你还知道丢人？果然是一群底层的垃圾，在大街上也不知道注意自身形象。江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黄达，黄达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。江凯，我警告你别太嚣张，别以为有军方保就能三番两次跟我黄家作对。我来这就是告诉你，接下来我会在工会挑战赛上狠狠的虐杀你，我会让军方看到你就是一个不值得被保护的废物。之后一旦等到军方放弃你，你就准备死在我手里吧。说完，黄达已经离去。江凯疑惑，工会挑战赛是什么？胡言解释道，凯队您不知道吗？工会挑战赛是军方举办的比赛，目的是筛选出强大的工会势力。工会挑战赛以第21级为最低参赛标准，按每20级为一个档次划分，直至最高级的100级，共依次划分出4个档次。每个工会至少派出1支5人队伍参赛，和别的同档次队伍两对决厮杀，最后决出该档次的前3名。因军方会给每个档次的前3名发放丰厚的奖励，所以每次都有很多工会参加，强者如云。江凯听后莫名其妙，可我并没有参加挑战赛啊，那黄达是不是脑子抽风了？随后江凯下线来到医院看望哥哥。凯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补品？这花了多少钱啊？江凯回答，哥，你不刚做完手术吗？我是怕你营养跟不上，可你这也买的太多了吧？此时病房内堆满了补品，哥哥穷惯了，虽然知道江凯在鬼星赚了钱，但还是不舍得江凯给他花那么多钱。江凯却笑道，不用担心了哥，我记得你当年的梦想是想成为超凡者，为人类对抗兽神，对吧？之后等你出院，你就去成为探险者吧。哥哥先是触动，随后又叹气道，我都这样了，还当什么探险者呀？而且去鬼星太烧钱，你一个人去就够了。江凯却点开了他的智能腕表，接着一长串数字出现在哥哥眼前。哥，我说了你不需要再为钱操心了，以后你也不用再工作了。老哥顿时不淡定了，凯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这都上亿了呀。江凯解释道，哥，这都是鬼星上正经赚来的钱，这些年你为了我和英子辛苦了，现在我有了能力，你可以去过你想要的生活了。还记得当年你靠着凡人之躯都能在兽神战场救下我和英子，今后你要是成为了超凡者呀，我觉得一定能救下更多人。哥哥似乎被江凯说动了，我这种人能成为超凡者吗？就凭我现在这副身体。江凯掰开一半苹果递给哥哥道，哥，你一定行的。出了医院，江凯准备去接妹妹放学回来庆祝一下，可刚出大门他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，只见卢俊朝他大吼道，江凯，快过来，跟我们走。江凯连忙走过去，卢俊大哥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我没空，我还得去接我妹放学呢。卢俊脸色凝重地说道，江凯，我来找你就是因为你妹妹的，你妹妹江英她出车祸了。来了。江凯得知妹妹出车祸的消息后，便焦急地赶到了车祸现场，但现场只看到一辆破损的大巴和被撞翻在地的轿车，他急忙呼喊，英子。就在他们都不抱希望时，江凯身后传来了一声哥哥，只见人群里的英子正含着泪向他招手。江凯立马冲了过去，英子，你没事吧？发生什么了？妹妹回道，我没事，是我的校车出事故了，但好在这位大哥救了我，他还说他认识你。只见一位白发帅哥向他招了招手，此人正是玄武工会的蒋放。江凯疑惑，蒋放，你怎么在这？这时卢俊却走了过来，他告诉江凯，他妹妹的车祸其实不是一个偶然事故，而是皇家暗中派人做的。由于你多次让皇家出丑，皇家对你已经恨之入骨，他们拿着打下永动岛 BOSS 的军功，去逼迫军方不再保护你。由于永动岛 BOSS 的军功太重了，魏指挥迫于上头的压力，也不得不做出让渡，但魏指挥还是为你留了一丝机会。谈判时，魏指挥搬出马上要开始的工会挑战赛，说皇家若能在挑战赛中击败你，证明你的新职业并不强，那军方便答应他们的要求，这也是魏指挥能想到的唯一破局之法了。皇家迫于形势，也只能咬牙接受。而今天这事，就是皇家在逼你，你要是敢不参赛，你家人就得遭殃。江凯听到这已经起了杀心，卢俊表示皇家势力极大，加上永动岛的军功让上头的一些人有所动摇，所以只要他们不是直接动手，像今天这种恐吓，军方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另一人也说道，所以现在的你有2条路可以走，一是答应与皇家的赌约，二是赶紧加入军方，正式得到军方的保护。妹妹担忧道，军方真的能保护我们吗？卢俊回答，当下江凯的新职业还是有价值的，只要加入军方，魏指挥就有更多的办法保护你和你的家人，至少现在可以避免很多麻烦。妹妹看向哥哥，哥，要先加入军方吗？江凯陷入了沉思，如果不加入军方，我必定会遭到皇家的报复，可如果加入了军方，一旦我的赌徒职业后续不被看好，我也会像算命和酒鬼职业一样被抛弃，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，我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想到这里，他下定了决心，虽说皇家家大业大，论资源财富和权势，我如今是绝对比不过的，不过我也有自己的依仗，赌徒的天赋是加倍，这让我的属性点是同级人的2倍，因此和级别相近的对手对战，我的总属性点和暴击伤害便能让我占到先机，甚至当他面对级别较高的对手时，若战略得当，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能将其反杀。而也正因为赌徒是个新职业，皇家对我的实力根本不清楚，这些都是我独一无二的优势。想到这里，江凯露出了微笑，干脆就借着这次机会让军方做见证，跟皇家把这个赌约彻底定下，并大肆宣扬出去，让全圣耀的人都知道这次的赌约，只要我能击败皇家，军方肯定会更加关注我的新职业。
继续给我提供保护。同时，在这种人尽皆知的情况下，皇家要是再想动我，可就得考虑舆论和军方的双重压力了。卢俊拍了拍江凯的肩膀，听我的，我这就去帮你准备加入军方的申请材料。江凯却打断了他，卢俊大哥，参加挑战赛必须是5人队伍吧？我的队伍现在只有3人，我能向军方借下柱子和暖暖吗？卢俊惊了，江凯你说什么？我决定了，我要参赛。卢俊连忙劝道，江凯你可别冲动，要清楚你一旦应战，面对的可是皇家这尊庞然大物啊！江凯握紧拳头，卢俊大哥你放心，我现在清醒得很，很感谢你们为我所谋划的，但每个人总有自己的路要走，而我选择的路就是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我要在工会挑战赛上击败皇家。卢俊还想劝江凯，场上突然响起掌声，两人转头看去，只见那位金发男人说道，好，小子你倒是有几分血性，我支持你，我开始瞧得上你了，我叫黑神，能做到连皇家都不惧，借人之事，我黑神保证帮你办了。蒋放也站了出来，江凯，我也佩服你的勇气，我还欠着你人情，之后我会继续帮你盯着皇家，如果皇家再对你家人动手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妹妹也跟着凑热闹，哥，我也支持你哦。卢俊扶额，喂，你们又不是小孩了，怎么也跟着江凯意气用事啊？两人不以为意，还怂恿道，所以我俩都这样啊，你呢？卢俊无奈叹气，哎，好吧，我一个人也是拦不住你们了，反正魏指挥也说过让我多帮江凯，那我今后就帮江凯照看家人的安全。江凯你就专心去准备挑战赛吧。江凯很意外，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帮他，连忙对几人拱手。卢俊、蒋放、黑神3位大哥还有魏指挥，我江凯今天再次感谢几位的关照，以后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我一定鼎力相助。晚上，江凯带着妹妹去看他们的新家，因为皇家已经彻底撕破脸皮，他不能让家人再住在安保极差的贫民区了。江凯在门禁上刷卡，院门自动打开，一栋超大的别墅展现在两人眼前。妹妹顿时惊了，哥，这真的是我们的新家吗？这泳池也太漂亮了吧，好大的客厅啊，简直比我们当初整个家都大。这是餐厅吗？这么长的餐桌能放多少道菜啊？哥快看，大哥身体弱，以后他就可以在这里健身了。最后，江凯带他来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妹妹瞬间安静了下来。英子，这是你的房间，喜欢吗？妹妹早已打湿了眼眶，喜欢。哥，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？江凯摸了摸妹妹的头，英子，是真的，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。不过现在的一切只是个开始，从今往后有我在，你和大哥不用再担心生活了，我们3个人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集合了，江凯的5人小队终于集合了。他找到正在训练的柱子和暖暖，并把胡言和阮宇介绍给他们。至此，江凯的5人小队正式组成，而他们也给自己的小队取了一个很霸气的名字——火神小队。组队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帮队友提升实力。目前暖暖和柱子只有9级，还达不到参赛的标准。江凯要在这段时间把他们的等级带到20级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他得先提升自己的实力，取出50张永恒残卷，换出 AI 智脑，给自己的鬼手飞牌和鬼眼专注升级。鬼手飞牌升到了2级，投掷物品时穿透效果提升到了30%，投掷卡片类物品时穿透效果提升至250%，但体力和精神力消耗也提升到了110%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解锁了鬼手飞牌的附加状态赌徒时间。当进入赌徒时间后，出手速度提升100%，持续10秒，且无法享受外物延时效果，但体力和精神力也会提升到220%，冷却时间60分钟。鬼眼专注升到2级后已到顶级，可是范围和目光追踪能力提升60%，使用时精神力消耗提升120%。鬼眼专注也解锁了附加状态欺诈状态下，通过目光能影响对手的判断能力，效果是双方精神力差距决定。若对手精神力远高于赌户，效果无限趋近于0，但不可为负值。持续时间10秒，期间精神消耗提升240%，冷却时间60分钟。也就是说，自己精神力比对方越强，就越能影响对方的判断；相反，对方的精神力越强，受到的影响就越小，但不会有反向影响自己的风险。升级完后，江凯便带着小队4人开始训练。他们来到了铁甲西龙的领地，铁甲西龙最低都是25级，精英西龙则是35级，而战将级的西龙更是恐怖的50级以上。柱子听后已经慌了，就连一直对江凯很自信的暖暖也不自信了。虽然江凯能单枪匹马地打败鱼人领主，但这次是带着他们2个不到10级的菜鸟。江凯安慰他们不用害怕，他们除了提升经验外，更重要的是磨合队伍。没有难度的击杀，对整个队伍来说是没有任何提升的，只有危险才能激发出每个人的潜能。而且他们需要的转职材料也和铁甲西龙有关，白色和紫色战将级铁甲西龙的宝箱有几率出现医生的20级转职材料圣洁之水，或是酒鬼的20级转职材料虚梦脑核。黑色铁甲西龙的宝箱则有可能出现武徒的20级转职材料战将之血。交代完，一行人便朝着密林中走去。在路过一处断木时，江凯提醒道：“这些像是铁甲西龙活动的痕迹，大家小心。”由于紧张，柱子看向阮宇问道：“阮兄，听说你连精英级幽灵女妖都不怕，可女妖那么恐怖，你怎么克服内心的恐惧的？”阮宇很疑惑：“克服恐惧？没有啊，我当时心里根本没有恐惧，我只是喝了酒就莽上去了。”随后他丢给了柱子几瓶酒，你也知道酒有壮胆的作用，正好这是我用永恒残卷升级后新酿制的2级酒，有些特殊效果，或许对你有帮助。柱子如获至宝，连忙感谢。阮宇却提醒他，
打架的时候最好不要喝，免得误事。这是突发情况，江凯一跃跳到空中，提醒众人土地下有东西，赶紧散开。伴随着一声吼叫，一只巨大的蜥蜴出现在了众人眼前。这只怪物正是25级的普通铁甲蜥龙。江凯落地，直面这头暴怒的铁甲蜥龙，队友纷纷惊呼凯队小心。然而江凯却毫无畏惧地掏出了武器，但他并未直接出手，而是看向了一旁的柱子。原来在不久前，柱子曾跟他说过，他因为内心恐惧战斗，一直无法激活职业天赋武者之心。武者之心是武徒的职业天赋，能在转职提升等级时提供额外的全属性加成。除此之外，武者之心还可以让他在战斗中打出额外的击退、破甲、震慑、剑气斩等效果，是真正的顶级天赋。但攻击的额外效果是随着勇气和自信的强度而变化的，所以想要真正激活武者之心，他必须发自内心的毫无畏惧，认为自己是个无敌的武者才行。柱子现在自信和勇气的强度不高，所以只能在旱地践踏时打出击退的效果。接下来的升级历练，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柱子进一步激发勇气，激活职业天赋，而现在正是个现成的练手时机。这是只普通的铁甲蜥龙，柱子目前是9级武徒，虽然打不过，但也不至于被秒杀。至于铁甲蜥龙的攻击，必要时江凯能进入虚化状态躲开，所以他决定赌一把。就在蜥龙快要攻击到他时，一道黑影从人群中冲了出去，柱子紧张地大吼道：凯，我来救你了！铁甲蜥龙被轰在了地上。这是世界第5强的职业武徒，一旦觉醒职业天赋武者之心，武徒便能在战斗中打出额外的击退、破甲、震慑、剑气斩等效果。但想要真正激活武者之心，必须发自内心的毫无畏惧。为了帮好友觉醒武者之心，男主竟然以身犯险，逼迫柱子鼓起勇气出手。柱子也没让江凯失望，高高跃起，一个旱地践踏，将铁甲蜥龙轰在地上。这一幕也震惊了队友。江凯表扬道：“做得好，柱子！”柱子打完一套后，又立马胆小地缩到了一旁。这时江凯出手了，几枚飞刀击中铁甲蜥龙的腹部。江凯提醒道：“柱子，我已经击穿了他防御最弱的腹部，还没攻击要害，抓紧完成击杀。”看着眼前的铁甲蜥龙，柱子害怕的浑身颤抖，但他还是取出了武器，一剑刺进了铁甲蜥龙的身体里。他做到了，击杀一头25级的铁甲蜥龙。这时他才有空埋怨江凯：“凯，你刚才发什么愣啊？要是我再慢一点，你就要被他咬到了。”江凯回道：“我刚才不知怎么的脑袋突然一片空白，而且你以前不是说过以后你罩着我吗？你还能看着他吃了我？”柱子愣住了。我说：“凯，我胆子小，你不知道吗？万一……”这时队友都凑了过来：“柱子，你这次好勇敢啊，你可是很少敢主动迎敌的呢。”柱子被夸的也不好意思，但这确实给他增加了不少信心。随后众人继续向前探索，不久后他们来到了一处高地，下面都是35级的精英铁甲蜥龙。经过商议，江凯让胡言使用祈雨术，用雨水来掩盖他们的气息。暖暖负责准备毒药，以备不时之需，而阮宇则负责保护胡言和暖暖。柱子则是和江凯一起进攻，负责用旱地践踏控制敌人，输出就交给江凯。不久后，天空就下起了雨，江凯带着柱子冲进了山林。然而在路过一个石缝时，里面突然冲出了一大群铁甲蜥龙，果然还有许多藏起来的铁甲蜥龙。江凯连忙让柱子掩护他，柱子听后立马双腿弯曲，一个纵跃砸进了蜥蜴群中。面对被击飞到空中的蜥蜴，江凯手中出现数把飞刀，随即他开启了特殊状态赌徒时间。下一秒，他的出手速度提升了100%，仅仅片刻，空中的所有蜥蜴都被他的飞刀命中。随后就是一连串的击杀提示。胡言和阮宇都兴奋了，他们是第一次见柱子和凯队配合的这么好。暖暖也说道，在新人试炼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这么配合。这种铁甲蜥龙的护甲太强，若不暴露出防御最弱的腹部，正常情况下很难击杀。之后就是补刀时间，柱子也在补刀中升到了10级。江凯夸奖道：“柱子做得不错。”暖暖轻掩小嘴，这才出发不到1小时，柱子就从9级升到了10级。看着两人轻松杀敌、快速升级的画面，瞬间把他馋哭了。江凯见状也让他参与了进来，不过是让他到附近寻找精英宝箱。不久后，他们来到了一处石林，前方应该就是战将级铁甲蜥龙的领地。柱子问江凯要不要休息，刚才消耗可不小，江凯却拒绝了。虽然消耗是不小，但还没到不能动的程度，而且这片石林的入口可能不止这一处，他们刚才闹出的动静又不小，如果拖太久，有可能会引来其他铁甲蜥龙，所以他们必须要趁热打铁，迅速解决掉里面的战将级铁甲蜥龙。10分钟后，他们已经在石林中走了一段距离，但却连一只蜥蜴都没看到。江凯也开启了鬼眼专注，但一路上他都没发现铁甲蜥龙的痕迹。就在他以为自己估计错误时，柱子突然抱紧了双臂。他说不知道为什么，走着走着，他就突然觉得鸡皮疙瘩起来。胡言表示，柱子，你是过度紧张了。然而他们并未发现，他们旁边的一座山似乎动了一下，这一微小细节恰巧被江凯的鬼眼专注捕捉到。江凯大喊道：“柱子！”胡言、阮宇快停下！也正是这一声叫喊，那座小山彻底暴动，一条尾巴从他身后甩了出来，瞬间砸到柱子他们所在的位置。还好江凯提醒的早，他们都躲过了这一击。随后一头身披钢甲的蜥龙出现在他们眼前，众人心有余悸，刚刚差点小命就交代，这家伙颜色怎么跟岩石差不多，太会伪装了。此时江凯已经拿出了9节追命，他射出飞刀的同时喝道：“暖暖，数据！”暖暖连忙打开腕表查看怪物数据，随后怪物的数据便显示了出来，这是一只达到了58级的灵化战将级蜥龙，年龄36年左右，体重在2到2.4吨的。此时江凯的飞刀也已经命中了铁甲蜥龙，还成功的暴击了2次，队友都兴奋了。
太好了，终于打中了！就算只有一把暴击，应该也能造成不小伤害吧，更何况还是2把。然而江凯却一脸严肃，战将级野兽中的变异种，他们的收集品更加丰富，宝箱内出现极品的概率更高，但实力也远强于一般战将级。喝醉后喜欢上了一条龙，这个小胖子真离谱！就在刚刚，江凯一行人遇到了一只战将级铁甲犀龙，铁甲犀龙二话不说就对他们发动攻击。江凯带着柱子躲开了攻击，但一道人影却从他们身边穿了过去。胡言大喊：“凯对，阮宇他又喝酒了。”江凯心中暗道不好，阮宇一喝醉就要亲怪物，但蜥蜴的唾液可是有腐蚀性的呀。还好的是，阮宇只是用盾牌来撞击犀龙的头部，将犀龙撞退后，阮宇几个翻滚后也停了下来。他抬头看向犀龙，灵化犀龙果然够硬。江凯诧异，阮宇这次怎么没有把犀龙当成美女了？他不是喝醉了吗？胡言回道，他今天喝的是新酿的2级酒，难道这新酒不会产生畸形审美的负面状态？结果下一刻，哈哈哈哈！作为一只雄性犀龙，我一直在寻找一只能配得上我的雌性犀龙。今天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哦不，有心龙，我终于在茫茫犀龙中找到了你。犀龙听到这番骚话也懵了，阮宇却主动的冲了过去。啊，亲爱的，抓紧时间，让我们不负这大好时光。暖暖汗颜，阮大哥他这是以为自己是一条犀龙。江凯果断出手，把犀龙逼退，但这却不能阻止阮宇的热情，他还是兴奋地朝着犀龙奔去。江凯也大感头疼，喝醉的阮宇太难控制了，这样下去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此时阮宇已经彻底疯狂，老婆，就让我用结实的胸膛温暖你这颗破碎的少女心吧。江凯连忙看向柱子，阮宇现在神志不清，我无法一边控住他，一边击退铁甲犀龙，现在只有你的职业天赋破甲效果才能帮我们摆脱困境。柱子看着无所畏惧的阮宇，他终于悟了，原来阮宇说他面对怪物没有恐惧，是因为他喝醉了。下一刻，他取出阮宇给他的2级酒，然后一口闷下，随着醉意上头，一条系统提示弹出，您获得了认知混乱状态，该状态下您对自己的身份、实力、处境等各项认知出现严重混乱。此时江凯还在用攻击逼退铁甲犀龙，但阮宇已经来到了犀龙的攻击范围，众人惊呼：阮宇，快停下！却听一个酒瓶摔碎的声音，柱子冲了出去，我原著乃天下最强战神。下一刻，他一剑斩中了铁甲犀龙，给爷死！江凯张大下巴，他居然真的打出了破甲效果，看来是醉酒后的柱子认知出现混乱，令他的自信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而这股盲目的自信竟进一步激活了他的职业天赋，让他的攻击中带上了破甲效果。此刻的柱子自信心爆棚，我原著乃天下第一战神，谁敢与我？下一秒，一条尾巴抽来，直接打了他的脸，柱子当场口吐鲜血，他倒在地上，尾巴还想再抽他一鞭子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江凯打断了犀龙的攻击，随后他趁机将柱子救走。柱子，谢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他飞到了犀龙头顶，然后射出手中的9节追命，犀龙护甲被破，江凯的飞刀终于打出了伤害，很好，最后一击我就留给你了。柱子拿起手中的剑，把之前没说完的话说了一遍，我原著乃天下第一战神，谁敢放肆？随后他便向着犀龙疯狂砍去。看着柱子那疯狂的模样，暖暖担忧道，柱子他这个状态没问题吗？江凯回复，不用担心，柱子只是喝醉了，而且铁甲犀龙已经被我重创，安全的很。片刻后，刺出最后一剑，铁甲犀龙便倒在了柱子面前。恭喜您击杀58级变异战将级犀龙，获得战将级犀龙尸体1份，获得战将级犀龙宝藏。嘿嘿，我早说了，我原著乃天下第一战神。刚说完，他就醉倒了。队友不禁一笑，看来柱子他醉得不轻啊。这时暖暖突然提醒道，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？江凯听后也有这种感觉。沉默片刻后，3人惊呼，不好！阮宇，此时阮宇正抱着铁甲犀龙的遗照痛哭，不，我此生唯一挚爱的老婆呀，我把你们当家人，你们却杀我老婆。说完阮宇就冲了过来，你们还我老婆。但未等他靠近，他就闻到了一股味道。2秒后，阮宇倒在了地上。此时他们才发现暖暖打开了一个瓶子，暖暖解释道，这是我调配的昏迷药水。江凯2人竖起大拇指，暖暖干得漂亮。时间到了晚上，他们找了块空地休息，柱子和阮宇2个酒鬼正搂在一起酣酣大睡，胡言也静悄悄地睡着了。暖暖拿着一袋水壶过来，凯，喝水吗？江凯接过水，说了声谢谢。暖暖兴奋道，凯，你说接下来这几天柱子还会进一步激活出职业天赋的更多效果吗？江凯点了点头，这小子意志不弱，最缺的其实是自信，而今天的自信是因为喝醉了认知混乱，才勇气爆发激活了破甲效果，但我相信他迟早会建立起真正的自信。第2天一早，柱子听闻他昨天的英勇表现兴奋不已，而阮宇听闻他昨天喝醉后向铁甲犀龙求爱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随后一个宝箱被搬了出来，昨天2个人晕倒了，所以才等今天人齐了一起开箱。这时胡言却说道，凯对，我刚刚算了一卦，暖暖今天红光满面，运势很好，让暖暖开吧。暖暖闻言一脸错愕，我来开吗？江凯听后欣然答应，既然是算命先生说的，那就暖暖开吧。随即暖暖来到宝箱旁，他紧张地把手放到宝箱上，咔嗒一声，宝箱打开，5人纷纷探头过来，想看看开出了什么好东西。暖暖取出了一块晶石，这是特级灵矿精华，可为武器装备增加灵化膜，提升防御， 10.4千克，估价50万圣耀币。柱子也取出了一个宝物，这是河土，17千克，可用于城市建设，估价10万圣耀币。胡言和江凯也各自拿出了不同的宝物。
但最值钱的还要数这颗变异精血结晶，这是制作属性秘药的材料之一，仅 0.6 克便能估价600万圣药币。江凯听到这个估价顿时惊了，只是制作属性秘药的材料之一就这么值钱，那我当初吃下了的鱼人族秘药，岂不是一口气吃了几个亿的圣药币？秘药增加的是本体属性，材料十分稀有，整个圣药1年也就只能制作不到20瓶，一瓶能提升10点基础属性，售价 1.5 亿圣药币左右。想到自己的败家，江凯心痛不已。紧接着他们又发现了一瓶圣洁之水，这是医生20级的转职材料之一，据说一次转职需要5毫升，而这里居然有15毫升。阮宇张大了下巴，这东西5毫升就能卖100万圣药币，那这一小瓶可就是300万圣药币啊！胡言秒变小财迷，一般的战将级宝藏总收益也就在800万圣药币左右，没想到这个箱子的价值居然超过了1000万圣药币。江凯闻言也是一脸财迷的模样，我们赶紧去找战将级西龙吧。那天之后，火神小队平均每天都可以端掉一个西龙巢穴，有的时候甚至一天内可以端掉2个战将级西龙巢穴。而随着战斗次数增多，柱子的破甲攻击配合江凯的高暴击追命，击杀起铁甲西龙来也越来越得心应手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费久。10天后，火神小队几乎将能遇到的战将级巢穴全部都扫荡了一遍。原著和阮宇都升级到了20级，暖暖也从9级升级到了12级。这天他们准备烧火做饭，暖暖的腕表突然收到了一条信息，看完后暖暖手中的果实掉在了地上。江凯和胡言连忙看过来，暖暖怎么了？你脸色那么难看。暖暖紧张地说道，我这边刚收到消息，辽燕岭那边有个比较有实力的小型工会，在历练时突然遇到了变异的统领级堕落狮王，导致他们措手不及，团灭了。来了，武屠职业的转职路线终于曝光，1到20级武屠，21到40级斗士，41到60级传承者，61到80级鼓舞者。就在刚刚，江凯一行人来到辽燕岭，他们正想着比起其他队伍，火神小队有什么优势。暖暖一语道破，我一时想不到有什么优势，难道我们就只能靠运气了吗？江凯听到运气灵光乍现，对啊，我们小队的优势就是运气。胡言，你的职业不是算命先生吗？你转职之前是风水先生吧？堕落狮王重伤，现在正躲起来休息，那么他这种地狱系的怪物会选择在什么地方休息？胡言立马就懂了，阴气最重的地方。江凯却考虑得更周全，未必是最重的，他受了伤，不见得有这个精力搜寻最理想的地方。你可以算算辽燕岭附近阴气比较重的区域，我们再来筛选。胡言听后立马行动，他这就去勘探附近哪里阴气比较重。而江凯则思索起了自己转职的问题。当时他在永动岛鱼人 BOSS 的地下密宫里找到了一份特殊的20级转职配方，但上面的配方都太奇特了，不知源头的活水，凭空自然的火焰，沉静不动的清风，漂浮不定的泥土，变化无常的金属，这一个个配方就像谜语一样，听得柱子直挠头。江凯也有想过，不知源头的活水是不是指雨水，他也不确定。顺着这个思路，柱子也说道，那个凭空自然的火焰，你说会不会就在辽燕岭？听说辽燕岭没有火，但却极其炎热，简直就像个天生的大火炉。江凯也觉得有几分道理。这时背后传来了一道声音，哟，这不是走了狗屎运，在永动岛大出风头，小人得志的江凯吗？呵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啊。这是一支人均40级的队伍，男主没见过他们，但用屁股想也能猜出他们是皇家的人。江凯问道，我是江凯，有什么事吗？什么事？你之前击杀我猎鹰5队成员，后来又在我们猎杀鱼人领主的时候偷袭击杀皇少。江凯呀江凯，你胆子不小，很喜欢找死啊。柱子不屑道，哼，凯可没偷袭黄伟，倒是那黄伟都带了4个帮手，还反倒被凯杀的片甲不留。有人怒瞪一眼，随后那个女人甩动鞭子，卷起一块巨石向柱子砸去。江凯消失，一声爆炸声响起，女人的攻击被拦下，江凯挡在柱子前面。女人惊诧，没想到江凯的实力这么强，胆大不敢说，只不过总归是有苍蝇缠着我不放，烦人的很。皇家小队闻言都围了过来，敢说我们玄武工会是苍蝇，本来还想让你们2个死个痛快，现在我要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江凯也拿出了自己的武器，今天这一战是避免不了了。这时暖暖却冲了出来，徐飞翔，你干什么？徐飞翔惊愕，苏暖暖，你不是在军方吗？怎么和这江凯在一起？我现在是火神小队的人，江凯是我的队长，你要对他动手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徐飞翔的队员在身后提醒，队长，毕竟这女人的姐姐在魏婴手底下做事，现在找堕落狮王要紧，不宜惹麻烦。徐飞翔思索再三，收回了剑，呵，今天算你走运，我不动你们了。江凯，没想到你还喜欢吃软饭，拿女人当护身符。对了，你很喜欢用飞镖吧？也没错，你这种小人也只配使用那种阴险的武器。不过记住，下次再见面，在杀你之前，我不但要毁了你的飞镖，还要剁碎你的双臂。柱子闻言忍不住就要冲出去和他们拼了，却被江凯拦了下来。柱子，别冲动，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。随后他看向暖暖，询问起徐飞翔的资料。暖暖说，徐飞翔以前也住在军区家属区，在大半年前就从武屠转职为了斗士，他现在真正的实战能力很可能已经相当于传承者。众人闻言纷纷大惊，传承者已经是武屠职业的第2次转职。暖暖说他跟皇家兄弟的关系很好，
还提醒江凯小心。徐飞翔的敏捷也很高，而此刻江凯也有一种极强的预感，工会挑战赛上他会再度遇到这个人。也就在这时，外出的胡言终于赶了回来，他手里还拿着一份地图，他已经测算出符合狮王藏匿的位置。第一处是在辽燕岭西北方向的黄昏墓园，距离堕落狮王的领地相对较近；第二处是位于辽燕岭正南方向的山阴湖，此湖水属阴，距离主城区最近；最后一处是个低洼的盆地，在辽燕岭正西方向，不过没什么名气，连名字也没有，还需要穿过一座小山过去。江凯思考狮王可能会藏在哪个地点，柱子却开口道：“堕落狮王重伤，一定急着回老巢，我们要不去黄昏墓园那里碰碰运气？”“不，我们去盆地。”众人听后大感疑惑，为什么去盆地？江凯分析道：“黄昏墓园虽然离他的领地近，但大概率也有很多队伍会和柱子想的一样，等我们赶去那里，那地方早已经被人翻了个遍，就算他真的在那里，我们很可能只会无功而返。至于山阴湖，它距阴不如黄昏墓园，僻静也不如盆地，并且距离主城区最近，就近出发去的人势必也不在少数。但盆地虽然有群山阻隔，看似最不方便受伤的堕落狮王逃匿，但反过来想，却也正好会让大多数探险者忽视他。所以综合来看，我们不如赌一赌，先去盆地。2个小时后，众人来到了无名盆地，他们一来到这里便有种阴气森森的感觉。暖暖立即拿出了他调配的药剂，可以减弱地狱系怪物的毒性伤害。众人服下，然后开始寻找狮王可能躲藏的山洞或墓穴。身为医生的他流下了第一滴眼泪，只因队长被抓，即将送入怪物口中。五图职业的柱子奋不顾身要去救援，却被狮王吐出的毒物阻挡。狮王的毒物具有很强的腐蚀性，一旦接触，1分钟内就会皮肤溃烂。但柱子依旧扛着毒物向前，就连最不让人省心的酒鬼阮宇，也在喝下一大杯酒后，举着盾牌就冲了上去。而队里唯二的女队员胡言，却在这时握着他的手：“暖暖，你就待在这里，哪也别去，你是医生，很可能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所以你要保护好自己啊！”说完，他也奋不顾身地冲了出去。暖暖大惊：“等等，胡言，你想干什么？”胡言转头笑道：“别过来，毒物范围太大了，我必须靠近召唤风雨才能冲刷毒物。”暖暖停下了脚步，他身体颤抖，咬紧牙关，流下了不甘的眼泪。大家都在奋不顾身地战斗，为什么身为医生的我却什么也做不了？从小开始，他都是在姐姐的庇护中长大。可某一天，鬼星突然降临了，世界各地开始出现兽神。人类只有经过鬼星历练成为超凡者后，才有能力在现实中对抗侵犯家园的兽神。直到父亲在抵抗兽潮中因失去医疗资源而牺牲在了兽神战场，他才立志要进入军方，在战场上成为战友最坚实的后盾。而在初入鬼星最孤立无援的时候，他结识了柱子和江凯，他们协同作战，默契无间。在凯的带领下，他和柱子以优异的新手成绩被军方选中，终于像姐姐一样如愿进入了军方。可进入军方以后，他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和大家的差距。他很努力，评级却只是 C。这一刻，他对自己产生了质疑：我真的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吗？我真的有资格保护大家吗？就像此时此刻，他看着队友们用自己的生命在战斗，而他却只能像当初躲在姐姐身后一样，躲在队友的身后。他甚至开始怀疑：我应该选择成为医生吗？也就在这时，狮王再次发起攻击，柱子和阮宇没扛住，纷纷被撞飞到树上。暖暖连忙上前查看，果然进入毒物还没1分钟，他们就受到了严重的腐蚀。随后他立即冷静下来，开始治疗。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救治队友了。突然天空出现了一道闪电，随后天空就下起了大雨，毒物也被驱散了。原来是胡言的祈雨术成功了，毒物消散，加上雨水浇灌，江凯也清醒了过来。果然是我太自不量力了吗？当初在永动岛，如果不是赌场扒窃技能的加持，我根本伤不了残血的鱼人 BOSS。而这一次，这只统领级变异堕落狮王本就在我的计划之外，我带大家过来，却没能好好保护好大家，我真的是太自不量力，大错特错了吗？皇家，我真的能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吗？这一刻，江凯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，他闭上了眼睛，似乎认命了。可刚才队友奋不顾身的救又历历在目。柱子喊着：“我乃天下第一战神！”一剑斩向狮王。阮宇说着：“美人，我来了！”举着盾牌将狮王撞飞。正在坠落的江凯下一刻睁开了眼，不，我怎么能就这样认输？大哥和英子还在等着我一起过上好日子，大家也明明还在为我们火神小队奋战到最后一刻呀！他落到了地上，但全身的骨折却让他无法站起。这时暖暖急切地跑了过来：“凯，怎么办？”柱子、胡言、阮大哥，他们……江凯安抚道：“暖暖，冷静下来，胡言已经倒下了，这风雨撑不了多久。我现在好像全身都骨折了，但我们必须尽快解决那家伙。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以最快的速度让我恢复？拜托了。”暖暖先是愣了一会，随后坚定道：“好，我明白了。”而此时狮王已经用舌头卷起柱子和阮宇，就在他即将吞下2人时，江凯出现了。这个混蛋，还不快把我的朋友给吐出来！江凯一脚踢中了狮王的脸颊，柱子和阮宇也从狮王口中掉了出来。奶妈拿出的一瓶药剂，竟惊呆了身为男主的江凯，因为这是一瓶名为不死鸟之类的恢复药剂，服下它可以让20级及以下的探险者在1分钟内无视伤情，暂时恢复至最佳状态，但副作用也很严重，那就是1分钟后服用者会立即昏死过去。可江凯还是毫不犹豫地服下了它，也正因此，江凯才能从狮王口中救下柱子和阮宇。暖暖，他们就交给你了。说完，江凯再次冲向狮王，射出几枚飞刀后，江凯挑衅道：“来呀，蠢货，有本事就来追我呀！”狮王立即吐出毒物，江凯一脸凝重，靠，又是毒物，不讲武德，这个距离也差不多了。随即他一个回身停下，此时地面正在快速隆起，
就在狮王的手冲出地面的一瞬间，江凯使用虚化躲过了这一击。他笑道：“被坑过一次，你以为我还会重蹈覆辙吗？”原来刚才狮王吐出毒物是为了掩护弟弟的攻击，不料江凯早有防备。随后3枚飞刀从毒雾中穿过，狮王见状也是一惊，他迅速的往后跳去，这才躲开了攻击。随后地面爆起一阵火光，接着狮王被浓烟遮挡，失去了江凯的视野。然后又是3道闪光亮起，狮王侧身躲开，飞刀射到他身后的树木。狮王暴怒，手一挥，瞬间将眼前的浓雾驱散，但此时早已没了江凯的身影。也就在这时，江凯从狮王身后的土里钻出，而后迅速的射出手中的飞刀，3枚飞刀齐齐射向狮王。狮王也发狠了，不顾攻击，伸手抓向江凯。就在3枚飞刀快要击中他的心脏时，狮王用另一只手挡住了攻击，但他的手也因此断了。男主则是被他伸出的那只手给抓住。狮王看着这个再次被他抓住的渺小人类，发出了一声胜利者的吼叫。暖暖看见这一幕，眼泪都急出来了。就在狮王要一口咬下江凯的脑袋时，江凯抬手一招，臭腐尸，你该不会以为自己真的能抓住我第2次吧？狮王瞳孔剧颤，一枚飞刀从他的心脏穿透而出，狮王遭受重创，手一松，江凯从空中落下。看来这次也赌对了，我还真不愧是赌徒啊！原来江凯之前特地射偏了那3把飞刀，让飞刀定在树上，然后再故意被狮王抓住，而他的位置也正好对准了狮王的心脏。之后他再用手召回飞刀，飞刀直接从狮王的后背贯穿了他的心脏，随着心脏的破裂，狮王终于无力的倒下，江凯也一同落在了地上。暖暖立即过来给江凯治疗。江凯昏迷前说道：“暖暖，接下来就靠你了。”就在这时，狮王的心脏发出了扑通扑通的心跳声。暖暖惊讶，他居然还没死。暖暖这才明白江凯昏迷前和他说的话：“暖暖，接下来就靠你了。”下一刻，他眼神不再柔弱，手中多出了一把匕首。他拿着匕首缓缓走向狮王，而后将刀举过头顶。苏暖暖，加油！你的队友现在需要你。狮王眼中透出2道红光，他用尽最后的力气，伸手抓向暖暖。暖暖尖叫一声躲开，但他的手臂还是被划伤了，血液滴在地上。这不但没让他产生退意，反倒激起了他的凶性。你以为你还可以逃得掉吗？居然敢伤害我的朋友，那就做好去死的觉悟！劈手一刀刺入狮王的心脏，狮王的惨叫传遍了整片树林。第2天，火神小队队员已经苏醒，暖暖在给江凯包扎伤口，不要剧烈运动，多休息，再搭配我的药，应该3天就能恢复了。江凯看向暖暖，露出老父亲般的微笑。暖暖奇怪道：“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”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暖暖你现在成长得很快，越来越像一位出色的探险者了。出色？我吗？当然。可是你们在对付堕落狮王的时候，我作为医生却只能靠你们冲锋陷阵，我好像拉低了大家的战斗力。我想，暖暖你似乎是太小看自己了。这几天我忙着先帮柱子和阮宇升级，你不仅毫无怨言，还强忍着疲惫，努力跟上大部队不落后。面对猎鹰小队对我的挑衅，你明知道自己也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你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。而在我重伤堕落狮王之后，也是你果断给了他最后的一击，顺利提升了自己的等级，还有了同时救治我们几个重伤伤员的能力。暖暖，你是一个医生，几乎没有作战能力，但我知道你从没有想过要退缩，你做了很多自己忽略了，但其实我们都看在眼里。这一路上你做得很好，暖暖，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，并且也很需要你。